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上一次直播就是10号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聊过了这个明年就是2024龙年运程的一些预言和看法哈，这引起了我们广大网友的热烈的议论，有大量的来信，大量的问题啊，来等着来解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专门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在众多的问题之中呢，可能是我们就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那如果需要特别详细的回答呢，那么你之后呢，你可以再来信啊，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哈，写得越详细，可能我给你来参考的可能就是越更精准一些啊。那觉真，你今天带来大家的问题，第一个。好的，感恩师父。第一个问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Jessica 她问属兔的龙年能结婚吗？师父好，我是属兔的，我已经恋爱3年了，好不容易熬过了本命年兔年呐，我真的想结婚了。可是呢，师父说属兔的在龙年情感方面呢有桃花在路上，人缘还不错，不知道是否合适我结婚呢？但是师父又说了，属兔的呢，黑狗要入门，一团麻烦事。不知这里具体是体现在哪个方面呢？是指龙年期间会有小人或者敌人出现，给我带来是非和麻烦吗？是不是我只要心存善念就可以化解呢？师父，我还是想问，我能结婚吗？好问题。那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兔年的哈。那我们把它简单整理了一下哈，属兔的运程哈，在明年就是龙年哈，运气指数为稍微差一点。对，对，这都属于是有点受牵连的啊，所以这样子哈。对。那么所以这里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运程哈，就是今年要小心黑狗要入门。以定制动，心怀善念。就已经讲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你这个属相，那么龙年的运势如何呢？一定要看一开始的预言师，就是你大概运程的预言师。看那个整体运势的预言师。整体运势的预言师呢，当中就是一个整体的代表。到局部说，比如说带桃花呀，还发点小财呀，这些并不重要。师父上次讲了之后，其实我听到好多网友都在问哈，这个黑狗要入门，而且画的挺凶的啊，到底啥意思呀？这个黑狗代表什么，或者代表谁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中的那个自然法则哈，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农村，甚至到草原，兔子最怕的那个天敌，其实有好几种。因为它是小型食草动物嘛。对。比如说飞的那个鹰，对，也捉它来当早餐。还有狼。狐狸。猎狗。再就是狗。都可以吃它。对。你像在这个农业地区哈，像家里有那个养狗的，还专门有猎人。是。他讲的那个细腿狗。细腿瘦腰的狗特别能跑，就追兔子，然后猎人就受贿。是，所以呢，当这个兔子和狗之间是不是绝对的天敌，我不知道。但是猎狗绝对是兔子的顶头的敌人。对，就兔子最怕这种了。兔子遇上这个狗比它大1倍和以上的这个食肉动物，它就一定死定了。是，跑不过呀。对。但在命相里头又说他们两个之间又不是一个死对头哈，命相天数当中呢又不是这样的死对头。对，所以还是不一样。但是上天神灵哈，佛菩萨给我的启发呢，就是这个时候黑狗要入门，这个时候是有一只不知野狗还是疯狗要扑进要闯进你的家门来，龇牙咧嘴的咬，非常的凶猛。这个就不太好。
对，感觉有生命危险，有伤害，对吧？很大的伤害跟威胁，就是伤害的能量是很重。对对，而且来势汹汹。对，所以我们生活中要怎么注意呢？是注意生活中的注意觉着，你读的网友的问题哈，是人家要不要结婚是对咱们说这个具体事儿吧。好的好的，对。那咱们再看这个属兔的在龙年，他会不会有点什么问题呢？属兔的哈，看看他的情感。对，他就是因为看到情感，他看到说，哎，师父说桃花盈盈在路上，他想着在这个神灵给的启发之中哈，你有没有发现到有几个属相就是运气不太好？是，就非常类似于犯太岁、冲太岁、害太岁、刑太岁，对对对，有点类似这个是吧？对，那兔在里面吗？在里面，他是害太岁。就忘了说了吧。是，本身是属于等于4大受害者之一。4大受害者，对不对？对。那兔正是4大受害者。这个4大受害的这个，不管是刑还是害还是克还是冲，对之类的，这样面对太岁这个能量的伤害的时候哈，在这个时候通常来说是不结婚的。对，以前我们有听说过，就老人讲哈，是本命年，比如属兔的在兔年不结婚，所以咱们这个 Jessica 也知道嘛，她熬过来的。她说去年是兔年，兔年今年嘛，就现在还是兔年嘛，对，但她也知道要不好结婚。是熬的好不容易到龙年了，龙年该结了吧？不好，还是受牵连。是，他还是犯太岁，还没完全转过去。对，所以就 Jessica 这个问题呢，就是至少说龙年，也就是明年哈，也不是兔子最好的结婚年，还是一个就能量上来说受冲击的。对，那我觉得 Jessica 再熬1年吧。对，应该说对，在到蛇年。应该还可以，太好了，应该会好一些，对对，那师父呀，他这个整体运程，他属兔嘛哈，也确实看着有一些危机感呢哈。那他怎么样做能够帮助他化解化解，或者让他能够更顺利平安的度过这个龙年呢？在神灵提示之中也有简单的哈，他没有讲具体方法。比如说你要内心要清淡。对。这清淡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别贪求，别贪多，是不是啊？别去做那么多对比，就是让自己心灵受伤害的那种对比，就是尽量不要啊。对，还有一个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很重要。那么，你说的问题是，就是怎么心态上的把握，因为他这个4大属相龙年属于龙年不好的嘛，那肯定还是要避一避嘛哈。怎么能够化解？最大的化解，最大的化解的话，有几个方面哈。就是那么第一个的话，先去这个在咱们的道场里头啊，咱们是信佛的哈。对。因为这个能量是来自于星象与值班的神灵。那咱们呢，就请更大的神灵佛菩萨帮着化解。帮着化解的方法呢有几个部分。那么可能最好的、最容易做的就是点灯。在咱们菩提道场之中，点这个安太岁灯。安太岁。还有呢，就是做些塑佛像的一些功德，塑佛像的功德。这个是非常大的。对。对。那么再者呢，就是有些供的和带的。带到身上的护佑的。对。你比如说这个带在身上的，这个像这种不是特别贵的宝石类哈，不是特别贵的宝石链子哈，你要红黄色的就为好。红黄。增长你的这个能量啊。还有呢，这是我加持过的这些宝物。这样比较好。还有呢，在这个接下来新年就到了哈。对。在这个过阳历新年，这2-3天里头，还有呢，到了春节的时候哈，尽量身上要带有这个
粉色的桃花颜色的这样的一些饰品啊，或者衣服啊，乃至内衣可以啊，对吧？就是女生的话呢，戴些头饰，带有粉色的也是很好。那男生呢？男兔兔呢？男兔兔，红黄，红黄的吧？对红黄红黄都行啊。那么几乎所有的这个4大属相受害者哈，我还是倡导你在睡觉的时候，要有这个红色的内衣睡衣来穿比较好。红色睡衣就是辟邪是吧？省得黑狗在睡觉的时候进门。不是，你要问那么具体，我就不好回答你了。你的问的问题是有点特别具体，稍稍显得幼稚哈。说你内心多么年轻啊！对，你就穿戴这个就好了。好的，别问为什么，好吧？好的，要解释起来吧，有时候也不太好听。我的嘴就够狠的了啊。对，所以就你照着去做。好的，那 Jessica 也明白了哈，就感恩师父的指导。所以再等1年嘛，结婚这个事儿再等一等哈。再等一等。其实是等到更吉祥的年份，对他来讲，结婚可能更好。对，是的。那师父也要过年了，我们送他一个礼物好吗？好，非常想。好，我准备了哈。有3个宝物哈。哎呀，你看，这是你看。金丝玉。哎呀，金黄色的金丝玉哈，很漂亮。还有吉祥丝带，还有丝带也送给他的。哎，你看到屏幕看到我还戴了个金戒指，对，因为我也属龙啊，我戴了个翻箱倒柜，找出个龙头戒指，金的，戴一戴哈，给大家显摆显摆。哎，这是红黄色呀，我要戴红黄色呀哈。哎，你看还有这个，哎，蓝红的，红色的这个红琉璃。耳环哈，哎，琉璃的，真好看。哎，送给这个Jessica网友哈，祝你哈，幸福快乐，吉祥如意，新年吉祥如意。收到，好，感恩师父。Jessica 发财了，是，太好了。好的，师父。那接下来还有一位网友哈，他是属虎的他也想问师父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呢想请教师父，对，是他的父亲。他说父亲是属虎的，那师父在龙年的运势中讲了，属虎的人啊，明年要注意西南方的老鼠。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要注意西南方向属老鼠的人吗？还是要真的防老鼠来到家中呢？那又该如何去化解呢？还是请师父帮忙解答，感恩师父。这个网友小珍他父亲是属虎的。因为现在在城市的家里边的话，可能有老鼠的机会不太多。所以我想他可能就问哈，这个老鼠还有什么其他的代表寓意呢？老鼠神灵那么传达给我的，我就如实说。是，就是你看我预言的时候，你们都在场啊。对。就这个我都，一个是不能乱说，不能自己自言自语，说的传达神灵的旨意哈。对，那所以等我说完之后，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就是那我也得想一想，这个是代表什么？对，是这样子。那咱们一块儿想想，这老鼠都代表啥？防什么？对呀，老鼠通常它的生活模式哈，第一个呢，它住在比较阴暗的一些洞里头。对，它不是光明正大的晒太阳哈。对。那么再一个，它主要是偷东西，和人类相伴的话，它偷点人类的库里的东西，是，对，偷点粮食吃，所以等于要防小偷。这是你的觉悟之一。坤提想呢？他把东西偷了，是不是我们就漏掉了一些什么？防破财。我觉得都有，比如说防贼、防偷盗，防这个你刚才说的漏财类的，对，漏财富，还有呢，是不是还有说，属鼠的人，在你的周围哈，你要防着点儿。
哦，但是你也别弄得特别紧张，一看属鼠的，哇，眼皮直跳，脸直红，就觉得你们是怎么着了似的。了似的。对对对，就显得那个陌生感就来了哈。哎，这也不好，说你别进门啊，你犯相，这都显得不礼貌哈。对呀。你还要有一个坦荡君子的感觉哈。但是只是说，那你在有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少和属鼠的往来。到了龙年的时候。哦。合作伙伴呐，什么这一些的要注意哈，属鼠的。对，比如说包括属鼠的朋友，给你介绍，包括属鼠的亲戚，帮你介绍什么与购买相关的，投资什么的，你要小心啊。你总离不开购买嘛，是。比如说买贵重的东西，比如你尤其想买房啊，买高级一点的汽车呀，或者是珠宝啊，这个要小心。对，投资更别提了哈。对，那这个属鼠的，但是如果是外面的一些什么样做投资或者是骗子，它的属性都不一定是真的。是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呀，说贵姓你属什么？贵姓属鼠。对呀。对，就是说给了这个警语提示，那我们就往这几个方面，就是漏洞。丢失，亏损，属鼠的，还有一种哈，你总感觉他像老鼠，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对吧？尤其是很多人长相哈，眼神直溜啊，来回溜得特别快，还前头两个大门牙，那个嘴往前拱出来，像老鼠嘴，那这样的人呢，你要在尤其是龙年的时候小心点，过了龙年再做朋友。是，还有的人他外号就跟那个老鼠相关，真是哈。以前我们有同学叫刘小辉，然后他的外号就叫灰老鼠。对，但是如果这样说，还要注意什么张叔叔、李叔叔之类的。叔叔啊！你看在台湾，叔爸爸不叫爸爸，叫粑粑啊，像去大便似的哈。完了之后呢，叔叔叫叔叔。鼠鼠，哎，一说鼠鼠，我们觉得是烤白薯的感觉哈，哎，就那么可爱，也挺无聊的叫法。对，这叫鼠鼠的也得小心。那鼠鼠和老鼠之间，你说有什么差别？等你上当了才发现是个坏鼠鼠。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回来一想，师傅当时是这么说的，拼音都是 S 上了 HU 是吧？哎，都是鼠。都是这样一个音相关，只是我们能想到的没法再想了。好的，感恩师傅提醒了。感恩师傅。对对对，对。那个化解哈，是，他这个咱能不能在家里？他也是说，那我怎么样能够化解？哎，家中摆放一些什么呀？他属什么的呀？他就是属虎的。属虎的啊，对。属虎的干不过老鼠。这年景问题哈，就是这个年代问题啊，没办法。老鼠厉害的时候，是吧？谁也干不过啊。对，通常来说呢，就是在你家里头如果有供佛哈、供佛像啥的呢，就是在这个咱们不是防西南方向的老鼠吗？是不是得在西南方向得供上啊？是可以，其实有几种方案有几种方案，就是你这个住宅这个区域当中哈，对一个长方块东西南北自己分清楚了之后哈，现在咱们这个图上面是北哈，下面是南，那这个西南方向西南角这个方向有老鼠，这个怎么办呢？那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于你这个家庭之中西南角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放一个金刚杵。金刚杵是横着放，横着放，挡住它对着这个东南方向，而不是竖着放，横着放，横着就为挡哈。哎，对，这样子哈。那么还有呢，再就是在你的这个在佛像前哈，在法台上哈，放只金刚杵。也 OK。放金刚杵还最好，如果有两个搭在一起，两个金刚杵这么搭，哎，对，那个图片上这个非常像。但是图片上这个呢，它有个斜放的木头，为了展示金刚杵嘛。对。那在平时放的时候呢，底下那个放的平面，平的，上面那个搭上去。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过去有小号的十字金刚杵是更好哈。对，那我这个一大一小也不合适，反正就是对着那个方向就好了哈。这样就搭起来啊，两个这样搭起来。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搭起来的时候呢，有上面搭的这个尖角对着西南方向放，好吧？好。这样可能会对你那个家庭的这个磁场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太好了。还不完全呢哈。还有呢，最好能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对于龙年的有一些犯克的呀、受苦的哈，这几大属相来说的话，是个最终救命的法宝。最终救命的法宝。对，怪不得刚才就是师父讲第一个给 Jessica 解的时候就说嘛，说就是塑佛菩萨金身呢。是。当时出来的这个图像也是千手观音的这个那个菩萨像哈。我还想问师父呢，原来龙年2024年龙年，我们想要化解想要消灾，想要护佑的话，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去供奉或者是去塑千手观音菩萨的。我本来是放到最后的，哇，你说话太慢了，真的。今天说话要快，12个属相的，12个问题我们有10几个问题呢，就不能说话这么慢。你看我那呼吸都没有了要快一点哈。最后的方法我们最后一起讲好了。好的。还有一些方法在最后再讲，因为好几个属相都需要来帮助的，好吧？好的。好，那我们给这位叫啥？小珍网友哈。小珍网友送个礼物哈。好，感恩师父。好，蓝色琉璃念珠好，祝你一生吉祥平安。收到，感恩师父。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了。好。这个是属龙的，就是本命年的一个网友叫姚毅，他问师父这个苍鹰的含义。尊敬的师父您好，我看了您发布的12生肖运势视频，诚心向您来请教哈，因为明年正是我的本命年。属龙的运程中，师父讲了苍鹰朵朵想逼近，怎奈手脚受捆绑。我的理解是，我可能在明年有一定的规划，但受限于某种因素，无法放开手脚大放光彩。不知道这个理解是否正确？那如果是的话，是什么因素？我需要注意什么来规避这些影响呢？还有，对于明年的运势，我其实十分担忧。我今年刚刚毕业，想离开家乡到南方去找工作，对于未来十分的迷茫。师父在预言中讲到，家中的吉星在北方，守住北方，天降吉祥。希望师父能够为我指点迷津，我是否适合离开家乡去南方发展呢？请师父指导，我明年还需要注意什么来改善自己的运势呢？感恩师父。他问题还挺多哈。是。对，我现在拿这个属龙的运程哈，在龙年。明年龙年属龙的就是本命年哈。对。其实每一个人的本命年通常都不是那么顺利吉祥。对，严重者，严重到你可以想到最坏的事情。轻微的呢，至少都不是那么顺利吉祥。它和别的年头不一样。对。其实大家呢，为什么一谈的这个时候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呢？其实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都有这个经验经历，所以这确实如此，这不是说咱们自己编出来哈。所以属龙的运程呢，你看到了哈，运气指数为下，是这是我们分上中下3等，对，正好本命年的通常会是有些问题的。那所以这位网友呢，他本身属龙的嘛，是提问问题的哈，他叫啥？对，他刚毕业。对，刚毕业。他首先想问师父，就是在做这个预言的时候，中间说的几句话，他想问师父他的理解对不对？他就说师父，这中间有就是整体运势的时候有一句“苍鹰朵朵想逼近，怎奈手脚遭捆绑”。他就想这个是不是在说他自己明年发展会受限制？他理解错了。我就回答先这个问题哈。
它这个就是这个在龙年的时候呢，有一股能量哈，对龙年和属龙的非常强烈的攻击性的能量呢，这一股能量幸好是被天体与天神约制的。这股能量就像一个大鹏鸟，超大的鹰来扑过来，来吃龙或咬龙的这样一个能量。但是幸好呢，这个能量呢被天神捆绑在大山上了，他想扑过来扑不了，对，他是被捆绑了。反而这个属龙的这个呢就不至于那么惨。是，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网友他当时理解错了哈。是，另外他也说他想去南方发展嘛。是啊，他刚毕业，但是他也知道，他说师父说了，说要吉星在北方，要守住北方。除了吉星在北方，你是属龙的。对，属龙的是本命年哈。这位朋友，还有所有的属龙的朋友哈，遇到本命年，还有呢，接下来3个到4个跟着受苦的几位哈，都是与太岁相关的，受罪的这几位哈，属性的话呢，这个时候犯这种能量的时候呢，只有是易静不易动，很多都不能动。所以先说属龙的哈，哪些不能动呢？就是说你几乎有100个不，投资不能，结婚不能，买房不能，那个搬家也不行，搬家，对，找工作，对，甚至离婚，旅游，还有旅游，出亲访友，反正就是动的这种，尤其是离开你那个地方，去到外地，一般来说不行，就是容易出问题，所以很多个不，就是在这个龙年，尤其是龙年属龙的，这个也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好好参考哈。所以要守住对北方，不管你是不是守住北方，但是一切都不易动。对。那么保存北方呢，一个对你保护性的能量就在你家的北方。对，你就别往南动了。就不要做那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是没法活的人才这么干，对不对？说你有法活，你为了活得更好哈，就积蓄能量，明年再战。这个是比较好。感恩师父的提醒啊，那他还有问说，这个本命年肯定不好过嘛，那怎么样才能转运呢？好一点啊？这个。这属龙的最关心这个都关心呢。这个我想我们到最后一起解释吧。好吧，好的。因为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到最后我一锅端的。好的。反正所有能做的这些好事，你都要做一遍。是。好。要这样。好。所以在龙年来说，只求存在就好。小受点伤都叫认了。知道吗？别求发展，没有大事就好了。几乎很多的事情。对，比如说健康方面，就有可能有血光之灾，是吧？事业方面，有可能会多惨的呢，这都不敢说了哈。对，对，反正不好。反正你几乎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受困扰的一年。对，那你说你能做什么呢？当然我们年轻经常说，反正我也不信，我就去闯。信了的都是受伤，受得遍体鳞伤之后说啥都信，啥都怕。真给打怕了啊，对吧？不信的呢，都是年轻的，又有一批新烈士就会站起来。对，就是这样子。对，慢慢的经历多了，你就知道有多么厉害了哈。所以我们既然是网友呢，问我呢，我就提醒你哈，在找工作啊、调动啊，或者去新发展哈，积蓄能量，明年再说，好吧？好的，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也送他一个礼物好吗？好，师父，摇曳，摇曳。属龙的，好，送一个紫檀的一个宝珠，还有一个呢，看看红色的药师佛的衣服，红色的太这个哈，不你平时穿、睡觉穿啊，对，穿上它就能保平安啊。收到，对，收到。好，祝福他的摇曳是吧？对，健康长寿，龙年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网友，叫柚子哈，他也是属龙的，
他也有问题想请教师傅。他说：“师傅好，我是一个龙宝宝啊，我今年23岁，明年就24岁了。那6月份呢，我大学刚毕业，顺利找到了自己非常热爱的工作。刚步入社会啊，我也很想了解明年事业上我的运程如何。那师傅在开示里提到啊，龙年就是属龙的呢，明年啊，他的事业是这样说的，就是石板地上有石树，是石是树是树是石。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啊，是这个石头和树都是很坚固的东西，不能够轻易被打倒的。那是否象征明年我的事业方面会很稳定呢？祈请师父开示，感恩师父。也是对这个师傅的这个运势师的一个理解。对，石头所以说，树，光说这个石头和树对这个关系哈，到底我也不知道什么寓意因为讲得很清楚了，是树是石，对，到底是啥？这个树也是石头，这个石头也是树，对，它是啥呢？所以也激起我来思考，它是树吗？它的形确实是树，对，但是它是石头啊石头的。没有树的这个，那石头的树的话，它具有像普通的木头的树那么具有生命力吗？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它能今年多成长一大截吗？不能会。对，不会。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门前的石头哈，多少年来就那么大没长过，对是吧？对，对，就是这样子。嗯，所以那你想今年想获利的话，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没有利可获的，是这样子的。对，对，所以还是刚才师傅说的，就是不求发展，求这个生存哈，能够过来就好了。是，好了呢，这个是龙宝宝比较年轻的啊，对，他还是问的是事业方面的啥意思？踏实本分的好好工作，反正明年就不求发展。对，是他问的这个是关于事业嘛？哈，对，不利发展。就是稳稳当当的能够过来就好了。对，对，哎，所以就是说，我们所有在这个每一个本命年哈，犯冲犯克的，这些，通常来说不要谋求发展，但求平安健康就好。这是最重要的。好的。嗯，那师傅哦，对，还要给他个礼物吧，这个龙宝宝。给礼物，给礼物。对，好，刚找到工作的。好的，这都是给他特定的礼物，你看看，黄色的黄色的手串哈，好漂亮，看看亮亮，润滑真果实哈。哦，亮这两个呢？黄色和红色的宝贝，这网友叫啥？柚子，柚子哈。好，祝福柚子龙年吉祥快乐，平安如意。收到，感恩师傅。这个属龙的网友问的比较多啊，因为是本命年。对，好，继续来。对，又来一个网友，她叫彤彤，她是一个中年的龙女啊，她说：“师傅，我一直想创业，不喜欢现在的教师工作，想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虽然现在有点困难，但是我一直都想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呢，无论怎么从我自己的面相上看，我好像都没有那个能挣大钱的面相。我没有大耳朵，也没有富贵相。我现在也不想着有挣出几千万的这个梦了，只想着100万以内有存款，我的外债清零就好了。现在老公呢，想跟朋友合伙开一家晚托班，请问师傅，我们明年财运怎么样？能挣钱吗？我还想开一家小小的美容养生的店，请问师傅，我能开起来能挣钱吗？我还想在我们居住工作的地方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请问师傅，我们大概几年内能实现呀？其实能不能实现也没关系，我能接受现实，感恩师傅指点。他说的问题不光是针对龙年，是吧？他一个是龙年和展望未来哈。对，你看他的经济需求这个缺口还不少。是，还有很多美好的期待。他还有外债。是。你看他先生也想干一摊儿，他也在干一摊事，都像创业型的哈。对。首先网友们要知道哈，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叫就业和从业呢？就业从业就是找工作，是谈好工作，谈好价钱嘛。就是说我干啥，我能干啥，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就是这样。对。其实也有人说也挺累的，
但是凡是工作付出，真付出劳动也真的累，但也真拿到钱，是吧？对，相对稳定。稳定。除了交通问题来说，没有什么风险，是没有风险，对，因为你的风险全是老板担着呢，是，对不对？反正也有很多老板，为什么经济一垮了之后跳楼呢？说他死都得给你发份工资，对不对？发完工资他才敢死啊，对不对？那所以的话，老板承担的所有的压力，打工的人没这么多压力，对不对？就省心多了。是，所以正常有打工的人哈，别去额外太贪财的话呢，通常都是说气色都是很鲜亮哈，皮鞋也锃亮，工人包也锃亮，就是老板给弄得灰头土脸，很沧桑。老板多数都比较沧桑，老板相对长得比员工要老，对，压力大呀，对吧？那员工保养好的又不操心又少干活的人是吧？60像30的，老板呢30像60的，他一般都是这样，他的能量付出还有精神压力太大了，不一样。对。还有现在这个银行利息也比较高哈，所以很多老板贷款做事儿都不容易。对，所以我们这位网友呢，这个我觉得他越到龙年他越来劲儿。哎，对，他本来是当老师的，挺稳定的呢。他当老师的啊，他想开个美容店儿。他像宋江他们是我要起义是吧？是，就是人家杀了个人往到处跑，你因为杀人你跑什么呢？到龙年的话，你还是老实巴交的，啊。去挣那个工资吧，哎，就是因为我们网友呢，这位网友也把你，夫妇俩的照片都发给我，我也看了哈，这感觉一个是你属，他还是他先生属龙的来着？他自己属龙的，他自己属龙，对，你们夫妻俩有一个战士属龙的了，那么到龙年，也就是走背字儿的时候，你还创业，就别折腾，这不形成于撞墙吗？就是，对不对？撞墙轻轻撞一下，最多一个包，对不对？是。哎，那在整个命运的这个大车轮下头，不知撞成什么样子哈。所以还是求稳，好吧？求存在感就够了。啊，不要总去看人家什么吃香的喝辣的，住大房开好车，这个对咱们这个多数哈，这个每一年受冲的这几个，我觉得只求稳就够了。是。哎。因为你又不是我，你发了财，难道我还生气吗？所以我们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好，这朋友们富裕一点的话，我听着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对，不但不嫉妒，还乐意你去做去。对。但是事实上，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啊，绝不会骗你的呀。你到了这个，你本来就属龙，你到龙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走背字儿，你还当老师，你都不懂这个吗？师傅，我发现哈，就可能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本命年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越到这个时候呢，越想折腾。包括前头那个男生也是嘛，找工作还不在自己家乡找，非要到南方去找。是啊，我们平时那个同事也是说，妈妈属龙的吧，非要去旅游，又要坐飞机什么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想法的产生，是不是也跟这个本命年有关系？就让他产生这种不安定的想法。就像我们中国一些知名主持人说的是“挠作挠带”哈，不作不死，不作不死的感觉，就是说非要越到这个越不该干事的时候，还光想干事儿。对，你本来老老实当老师多好啊，大家都羡慕的是吧？军公教是不是？对。哎，你大家都很尊重的，对，哎，都是很好的职务，不干，说我要出来闯。而闯还在龙年闯，你还属龙，说的是呢。哎，对，你们想干的这些事儿啊，都不一定能挣钱。天下能挣钱的事儿多了，就是请问你真的懂那个部分吗？凭什么能挣到钱？你们家祖传的生意是那个吗？你们家祖传的是那个东西，你个人不参与，你也等于不懂，知道吗？所以在这个本命年的时候哈，你再能够跨行业创业，我觉得。打住吧，风险太大了，风险太大了，我都替你捏一把冷汗。我说到这，我的心乱跳，啊，就是真的是不行的哈。这个是不是你求速成，形成于求速死一般哈，就千万别乱弄哈。
对，这个拉倒吧，别干了，这师傅讲得很清楚了。好好工作，好好打工。对，就是其实不光彤彤这个网友哈，我们所有属龙的网友也都听明白了。是打消那些念头。有的时候这个念头不知道谁来，可能那个苍蝇给你的那种念头，对，要害你的那种属念头。龙的到龙年你就别想折腾事儿了。对，只要说到蛇年你还活着，胳膊腿都在，就挺好的。就说的就这么求稳，就算求安全，求稳，求存在。好的，就是这样，师傅就够了哈。那咱也送他一个礼物吧。送脑子里别乱想，定定心。哎，给定心，真的。好，送礼物。好，祝你们这个小两口啊平安吉祥，少惹事儿，好吧？好，谢谢。感恩师傅。好。那师傅，接下来呢是一位属鼠的网友了哈，他叫小甜甜，他明年就52岁了，还小甜甜对他自己还是很甜的52小甜甜，是个儿小吗？网友嘛，对，要我都喊他老甜甜了。他说：“师傅好，吉祥如意，弟子甜甜叩拜师傅。弟子是属鼠的，师傅说啊，属鼠的这个龙年啊，情感能量茂盛。”弟子呢过单身生活已经20多年了，但是有一个属羊的同事啊，对我几次表达过，他想要后半生啊和我一起度过。我呢这个人也一个人清静，确实过惯了，但是朋友啊同事们啊都说等老了还是有个伴儿为好。那这个属羊的同事他人也挺好，很善良体贴。弟子愚昧拿不定主意了，请师父给弟子指点，我怎么样决定是更长远的好呢？感恩师父，弟子一心听从师父的指导。属鼠的老甜甜，甜甜不容易哈，你看都20多年单身哈，是，对呀，多么寂寞呀。对。来了一只属羊的，对，来了只老山羊，在旁边撩你啊，对，撩你，这个山羊不是什么好人哈，那咱们就看这个属鼠的龙年运程哈，运气指数中等，这还可以哦，还行，还大有可为啊，对我呢，在这张纸上呢，还上头写的哈，在龙年的时候，你不同属相哈。能和你相合的或者相克的这个属相都在上头写着呢哈。呀，那看到了，相克的里头就有羊。对，羊和鼠。到之后呢，我们做成这张图卡哈，会直播之后呢，会放到那个 Facebook 上去呢，供你下载。比如说你属龙的吧，或者你家里还有不同属相的呢，你把它下载下来，打印下来哈。贴在你们家墙上几个地方，这1年之中提醒你，因为你过2个月就开始忘了。对，过完元宵节之后说谁在乎谁呀，是吧？干去，是吧？不该干的你干去了，所以多提醒一下自己哈。在某些属相今年还是 hold 着点好，要小心一些。所以属鼠的呢，今年的这个能量啊，还可以，就中不溜中不溜。就是上下都是有余的啊。他说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嘛哈，对，你看能量较盛这个情感能量较盛，是这个哈，是人家都50来岁吧，是，那明年52，也憋了50年了人缘你看他今年能量还好，人缘还好，非常适合于单身恋爱对，这个还可以。所以这老羊来了嘛。对，他问我他是啥呀？他就问师傅这样合适吗？就是从更长远的好对他来讲，我觉得咋不合适啊？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自己觉得合适就是合适。为这个事儿哈，我呢也做不了主。我觉得因为小甜甜才52岁嘛哈，小甜甜52岁，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你看咱们中国很多名人啊、科学家、艺术家呀，80多岁本来是抱孙子，就是抱的是儿子，你看看。这个厉害，确实呢，82的还娶28的呢，但是这人跟人不一样，少数，对。所以的话，和80多岁比的话，小甜甜真是个小甜甜，对不对？52岁能量十足对爱劲十足，所以还是可以的。还碰上明年情感能量很旺盛。对呀，
趁龙年大干一场。但是师傅，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可以你讲说说，当然可以说说了，自由论坛。好，这52了吧？这个人过半百哈。这个就好像那个太阳差不多就到了下午5点钟，差不多了。是啊，这个都快落山了。留点能量，咱注意点身体，好好走八卦。咱师傅都说了嘛，八卦天天走，活到99，天天走八卦，老了不用人伺候。不一定非得来个老杨照顾咱呐，说不定老杨照顾咱，还是咱照顾老杨啊。但是他可能带着羊一起走八卦，说不定是这么一个。我俩一块走，那一块走呗，八卦的那个道友啊，让他那个圈儿平衡一下。那可以啊，就是走八卦的好朋友，挺好的同修啊，不一定是这个。非得走到一家去吧？不是你干嘛？你有反对的声音呢？我确实有，因为我看了好多，就是没事儿的时候看那些电视节目哈，尤其中国的哈，情感类的太多了。就是这个中老年人，现在中老年人这个黄昏恋特别的热。我觉得黄昏恋特别划算。为啥呢？你比如说，她嫁给一个男人吧哈，说不定还收获俩儿子呢。哎呀，那这多好啊！是自己生的，这一下就列过来3个，这多厉害啊！这个我听的比较少，我听的多的呢，反而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对方的孩子的哈，一般都会，第一是反对，第二就是说，哎呀，反正制造出来很多的麻烦。这毕竟原始上不是一家人，是对。对方的儿子来说呢，就看你不是他亲妈，甚至觉得你是个老妖精，勾引了他爸。还不知道。有时候这个孩子是这么想，好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男方有房子呀，有点小财产呐，那人家男方的那个孩子都特别防备。对啊，这肯定的。你进来进来一个人哈，然后你平时那些吃穿住用就花了呀，对，要不然呢，人家那个钱剩下的是给子女的呀。好多这种矛盾，我看那个节目里头都请什么法律专家、婚姻咨询的，方方面面调停都调停不过来，打起来闹起来的有的是。对，再往后就是遗产之争，哎呀，那打的呀不亦乐乎，感觉这个前途不乐观哈。但是你小甜甜他寂寞呀。这咱们这甜甜也清静了20多年了。对，甜甜师姐说了嘛，他就是怕老了没人照顾。其实想明白了也，你看好好走八卦，自己能照顾自己，也不是非得要。关键要是不幸的话哈，娶个老头回来，来之前还活蹦乱跳，来了之后就半身不遂的话，你到底你伺不伺候？对，推不推轮椅？我记得很多年前葛优演了个电影哈，对，不是甲方乙方还是叫啥来着？他就假装说《非诚勿扰》是吧？就是你如果说你要不是和我结婚，爱我吗？你看外国电影那个牧师在结婚的时候给你们分别戴戒指是吧？还有如果我他变老了变丑了，这病了，你还爱他吗？是，一般的回答都是是我爱他，是吧？这葛优呢说病给你看，是吧？对，他就装，对吧？我大小便就往床上凿，流哈喇子什么的。对，就是你要不要伺候？这电影里头当然说我伺候。既然说爱嘛，既然是不管怎么着，爱到了一起，你就接受他的这一切行为，对不对？但是一般都想象对方像美丽的天仙也好，天使也好，还是狗屎也好，都光想他光彩的一面，可是他想着他在床上又拉又吐的那一面，对不对？还整天拉整天吐，拉个不停还好不了，一躺个7、8年吧，还指望着活呢，结果又死了，等等的，对不对？所以你真到了一起之后，有点岁数，这个真上岁数之后，除了病就是死嘛。是，你养生不好的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落山了，再有双方的孩子增加的压力和矛盾的话，那这我估计有可能哈，会很多人啊，就是可能1秒钟的幸福，可是接下来的这半辈子的痛苦就来了。这代价太大了。对，那个是非就变成你的亲人，你原来的亲人，看你也不亲了，他对你排斥了。对呀，因为你跟老杨亲了呀。对呀，关键老杨家的那些亲人会爱你吗？会，也不爱你，也恨你。对。但在这种双重多重的压力下之后，关键老杨还爱你吗？很难，也不爱了。那个
因此带来的烦恼太多了。所以距离产生美，就这样一起走八卦挺好。对，对，还是做同修比较好。所以说这个到了尤其是中老年之后哈，这样再婚的话，挺不容易的。要真的要谨慎。对呀，就光现实的这些困难哈，这个困境，我觉得非常难以挺得过去。更不要说你2段以上的婚姻和3段婚姻、4段婚姻，那家伙那叫惨不忍睹啊，对不对？最后变成什么感觉呢？孤家寡人，没人疼，没人爱。是，对，就是这样子。对，还不如可能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呢，至少自己的孩子哈，可能还能指望得到。你真是跟另外一个老杨成了一家人，两边的孩子可能都不照顾了，都会有问题。矛盾太多了。对，对，这个咱们增加了一点非运势之外的议论哈，是，对，只是可能是一个年龄看到听到的太多了。对，就是但是呢，这个属鼠的呢，在龙年的这个运程哈，人家是中不溜还是可以的。还不错。那我觉得更适合、更适用于年轻的属鼠们。对，单身年轻的属鼠的单身适合恋爱，龙年。对，黄昏的属鼠们就还一个人吧，还是。咱们刚才议论了是这个运程之外的经验哈，经验所看到知道的。但是想恋爱的人，他想的是单方面的，光想美好的。是。凡是到了中年以后再婚，再婚和再婚之类的哈，双方都有孩子，或者有一方有1个以上孩子的，那痛苦就会就在那等着你，就像一个弹簧式的拳击，一个拳头，他打个不停，永远都不会停下来。只要你和他的亲人有这个关系，他就永远打，停不下来，而且越打越上瘾，就是这样。所以你是不受欢迎的，是这样。比如说人家对方有个老爸，对不对？对。说如果没有你这个狐狸精啊，不管是不是真狐狸精，骂人的时候骂你就是狐狸精嘛。对呀，说没有你这个狐狸精的话，我爸就是我爸那么爱我。对，有了你这个狐狸精之后，你把我的爱给夺走了。对，钱也夺走了。有些孩子和他的亲人就是这种感觉。我看他们骂街的时候是这么骂的。是。西方人和中国人骂的内容都一样。对，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幸福。所以呢，就让这个小甜甜呢也考虑一下哈。你想的都是甜甜哈。对。你就不像广东菜一样说来个苦瓜汤，还不是叫苦瓜汤，反而说苦中有甘哈。对，甘中带甜就比较好哈。对，光求一昧的甜美是人生是没有的。所以做好一个非常巨大的对痛苦的忍受的能力哈，你再去面对这场婚姻，也许不至于死得很惨哈。嗨，我们说这个不太好听啊。感恩师傅的指导，相信小甜甜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对，还有就是年轻的这些属鼠们，在龙年的时候呢，好好去恋爱还是挺好的。对，这些年轻的这些美女们哈，放开去恋爱啊，未来是幸福的。收到。好，那我们给小甜甜有个美好的礼物。这是清净的能量。一个金龟呀。金龟呀！哎呀，金龟，这个长寿啊，长寿。对，哎，你看，还是走八卦的。你看，清净的能量，对，又清净又长寿，一串佛珠哈，祝福太好了，一串海蓝宝的佛珠哈，哎呦，太美了，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哈。收到，师傅。好，下面师傅也是一个属鼠的男生啊，美国的固收，他问自己的事业，他说：“师傅好。”这是他太太写的哈。我家师兄属鼠，做计算机工程师几十年了，是家里的经济支柱。2个月前呢，公司裁员把他裁掉了，公司给工资呢就到今年年底。那我想请教师傅我先生明年找工作的运势如何？师傅也讲到了属鼠的要守旧，可是他现在没办法呀，只能面临变动啊，因为要找工作呀。请师傅指导我们怎么才能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再找工作而且再找工作应该往什么方向找祈请师傅指点迷津，感恩师傅。
他是50多岁， 52岁，也是52岁，明他年。现在就失业了是吧？对他哦，刚刚失业，干了刚刚失业。对，应该干了干了几十年的二这个三十年。他是干啥的？就是计算机工计算机程师 IT 的啊。对，IT 男， IT 是个很受欢迎的哈，在这个高科技、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哈。但是呢，这个年龄呢，对在像比如说美国硅谷这个附近哈，是就是科技集中的这个区域来说，反而是叫做烈士了，叫做爷爷级的，对，到50多岁哈。做 IT 的呢，什么叫做老年呢？35岁以后就是老年。对，啊，就是电脑行业的，因为它都需要，因为它更新太快，技术更新太就快， 30岁以内的，还行，对，那36岁以上的就是老人，那50多岁的这个根本就是烈士级的，所以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个比喻归比喻哈，就是那你呢自己知道，他是怎么着？他是想问问他，他想问明年，因为这个年纪失业了嘛啊，那明年他的这个事业方面啊，他找工作呀，运气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在本行继续找啊，还是考虑换一个行业？对他请师傅指导，因为咱们的运势之中说属鼠的呢，还是要这个要守旧，对，在事业上，师傅说要守旧。他这个没得救可守了呀，他这已经他被迫不能够继续在他原公司，他就请求一下指导。对，属鼠的正好就是在龙年哈，这个运气不是最差，是中等的，就中不溜，对，上下都是通畅的哈。对对对。对，那但是正好呢，赶上他呢就失业了。但是呢，在这个行业之中是等于是老人。但是我在硅谷我知道的有一些老人，实际他的年龄可能78岁左右。现在还在工作。老板还是重用。就还是能找到的。就是但是只是分工作类别呢。他在这样的公司呢，他就做了一种就是非设计类的。对，就不是最技术前沿的了。对对对，你不能做那个工程师级的。但是工资也会降低。对你要求不能太高。因为这个年龄哈，那所以呢，我对这个固收这个建议呢哈，就是当我们到了中年以上，失业的时候，原则上来说尽量不改行，但是呢可以改业。你肯定还在这个 IT 电脑这个行业里工作，因为你最熟悉这个行业。对，比如你到了餐饮，你根本除了会吃，根本就不会懂，是吧？连学徒都不够，你又年龄老了嘛。所以还要在你这个 IT 行业之中做非主流的工作。好的。你可以就是放低身价，完了之后呢，工资降低，做一次力所能及的工作。对，好。这是第一种建议。第二种，先别急着找工作。那做什么呀？我只是提醒哈，如果你是你们公司老板，你要裁人，请裁谁？裁那个就是产出价值不够高的。对。就有一种比喻特别不恰当哈。小时候呢，就是我们乡下那些老妈妈都养鸡啊，它自然养鸡嘛，就院子里都有鸡窝。到时候每一年养一群小鸡儿，这会儿长大，通常就生鸡蛋。多了之后呢，卖了之后换个零花钱。是。少数呢给老人吃，是吧？对，什么样的鸡被处理掉呢？不下蛋，只吃不生蛋的那个。留下一个公鸡留着打鸣，是吧？对。其他的都是要处理掉了，就是卖掉了。有些杀鸡的人就收走了，这是事实哈。那作为一个公司当中，尤其是高科技公司，你这个年龄，我觉得他是做得很好的。如果稍有差池，早就被砍掉了。是。对。那所以呢，你现在应该再学一点本事。比如说 IT 类，很多人是在编程这个部分挺好，是吧？编程之中，你的绝对优势在哪里？第二个，如果有一些企业哈，中小企业做那个综合电脑加网络维护，你就做网管，你做得了吗？如果不够，你为什么不填补自己的能力呢？对。就打游戏的时候，打一会儿还弄些兵器啊，弄些什么火药回来的装备，对不对？是。那孩子们都懂这个呢，你呢？你弄些装备回来，来武装一下自己，对不对？是。做编不了程呢，像你这个年龄，
去做一些这个网站网络的维护的话，对，这是你的优势。只是我想象中嫌操心。那你应该别急着找工作，把这些过去你没学的东西把它补起来。毕竟干这一行的很快随便人家老师一教你立刻就懂了，很快就上手。半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半年以后，半年以后，对，又是一条好汉。半年就是磨刀，对，韬光隐晦，就是练功夫，对，就增加游戏当中的那些装备、武器、能量之类的，是吧？把这些装的完善一些，再去找工作。你说这行业当中我都会，好，对不对？还缺少这种综合的老师傅。所以很多人说我只是做电脑游戏的一部分流程，多一点都不会。就这样的笨人最容易失业，一失了业之后就像死亡一般那么痛苦。所以要把自己的能力要变得更加圆满，变得圆满，做事呢更加圆滑，对吧？那能力不济了，年龄有点大了，说话再圆和一点，多操点心，多为老板操点心，对不对？你看你就可能是工作还找的是不错的好的，很多机构需要这种就是网络维护的工作的人员所以希望你加强一下自己的能力的这个建设。这师傅建议太好了。是。所以借今年这个样，你别急着刚一被下放，一被失业就完了，光剩下痛苦了。我说这叫没智慧。我们这个定力要做到宠辱不惊。但是呢，就是淡然处之，有所从，对吧？我出去我去干啥去，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对不对？下次保证让老板不会炒我。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去找装备去吧。好的，好。所以我希望这个师兄加油。这固收是吧？固收师兄呢，还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收到，感恩师傅的祝福。好。这里送他一个加持的，带着金刚杵，桃木金刚杵，破障碍。你看这样非常漂亮的蓝色琉璃珠让你万事亨通，清净智慧，所向披靡。收到，感恩师父。好，师父，接下来是一位属猴的网友，他叫泽明他说：“尊贵的师父您好，弟子是属猴的，听师父讲解2024年属猴的整体运程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有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当中有房子，还有一些东西都是石头雕成的。院子的中央有一个圆锥形的石磨坐落在其中，自动的旋转。弟子愚痴，弟子听了好多遍，但是还是不能够就是领悟这段讲解的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指点，感恩师父。师傅，对这个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也不太懂，可能就是对这个磨的它那个原理不太懂。就是看石头房子，石头地一个大磨，感觉还挺气派的呢。对对，它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啥意思？是我当时看到了之后也觉得特别好玩但是大家呢对中国古代石头磨认识一下。有一种叫磨，有一种叫石碾子。那看看磨是长什么样子我们搜了个照片。现在看到了吧那个站的那个毛驴你看不见了吧？那个头上捂了一些布的东西是这样的。因为那个驴呢不能看到自己在这小屋里一直转圈这样他发脾气，我不干活了，我不走了。说我以为到北京去了呢，结果还在屋里转悠他捂着眼睛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就走。但是如果他一睁开眼一看还一直在屋里溜达，他就不走了对。好，那中间那2块石头的圆的那个石头墩子就是叫磨它是2片石头那每一片这个石头每一片的厚度呢，像这个的话至少也有30公分厚3到40公分，就是越厚就越重2片石头的中间呢有一种叫咬合的，像人嘴里的那个横条的那种痕迹现在大家看到雕刻那个痕当2片石头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是中间有两个洞的那个是上面那一扇
上面那一扇把粮食从那个洞慢慢推进去，放进去，它顺着那个洞流失的方向在旋转的时候呢，这样的2种像一直错开的锯齿一样的东西，在就是自动摩擦、咬合那个相对粮食的这个颗粒，之后呢，磨碎的那个粮食就自动流淌到外侧来了，在底下那个宽的底下那个部分大盘上就在接着它，就是磨好的、磨碎的，不一定是面粉哈，也有可能磨碎了一次，再把它揉上去，再磨一次，到3次就是细粉，是这个东西哈。好，但是我看到的呢，上头这一扇不是平面的，而是立起来的，像个竖起来的雪糕啊。但是上下刚才不是2盘，它得磨吗？对呀，这个呢，这个下面接触的面积就很小，感觉就等于没法磨。对，所以它但是还自动转。为啥？光转不磨？光转不磨，就是磨归磨，但是叫空磨。空磨就没有磨出来东西，没有成果。对对对。但就生产什么东西一样哈，它在那空运转，但是没有产品出来。有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有点空落落的收获啊？对对对，是啊。那咱们再看一下属猴的，它整体运势，它是它是上中下呀？它是哪个？属猴的应该是中。那还行，那属猴的哈。对。哎，中等哈。看说师傅。对，师傅你说，师傅当时说的是动力很强，但是呢，莫求远利，莫求大利，见好就收。我知道，刚才师傅不是说那个大磨是自动的转吗？所以它就代表它这动力还挺强，而且还那么大个大石磨。对。但是呢，磨得出来不多，所以就别求大利了，见好就收。是这意思吗？因为它这个幸运指数是中等。对，中等的话没什么大灾，但是呢，就是说也没什么大利，是吧？一片喜气，洋洋，人声鼎沸，但是最后一算账，没赚钱。说今天市场来了不少人，最后一算今天赚了多少钱呢？是没赚，都是瞎溜达问价钱，就是不给钱。也挺开心，忙活的。对对对，忙活的特别开心，特别热闹，但就是不见利益啊。有这样的一点感觉哈。还好，还不是说那种损耗啊、丢失啊什么的。所以它和不好比起来就是好。对对对。反正挺忙活的。有事儿干。忙活也行，本来属猴的也愿意忙活嘛。对，蹿上蹿下的。你看这里讲到事业哈，你看大湖无人打理，一个大的湖，就是没人打理，那湖面里头看着有点脏兮兮的，对，就是这样子，它就不像一个好的湖水里面清净才会有好的产出，对不对？太肮脏了，不是你要的。对，现在咱们说这个水可能代表事业，那里头一脏了呢，这个事业就有问题。对，那这个需要我们去悟。好的。那如果你有公司，你是老板的话，你要把你的公司在这个龙年的时候，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理解，再管理一下，好吧？好的，是。业精于勤呐。对。你觉得就保持一老样子吧，不管它了。有的时候人的怠惰心哈，老板稍稍管一管，保证今年能增产啊。老板呢，如果是怠惰的话呢，老板要是早晨如果10点钟到不到公司的话，员工慢慢说12点才敢来，那就是这样，他就会上行下效哈。所以的话，从这个就问这个石头磨空转这个部分，就有点空忙。对。再加上这个湖本来是一番事业，结果呢肮脏，没有打理好。没打理好。这个磨空转也是没打理好。对，这当从天意上来说的话呢，白忙活了就是。有点这样的。这个猴在龙年的这个运程上来说，就在事业上哈。那在这个情感上来说的话呢，
你看走在石头路上啊，错综复杂，他几乎找不出一条非常明确的路，在情感上头哈，有点乱腾。对，对，这个都真不知道往哪儿走。不知道怎么走。你看人际关系今年也不太好，还处处有枪炮，人缘不太好，处处有枪炮，是，就是少不了一些在这个情感上啊、情绪上，磕磕绊绊、吵吵闹闹啊，有这个问题。说我们网友哈，这个看的还挺认真。他说刚才那张表上还写着这个属猴的怎么跟属蛇的既相合又相克呢？这个相合相克，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哈？那网友好几个网友在问这个。现在是你说属猴的还哪一个？对，是这个属猴的这个那个相合相克嘛？和哪一个呀？就是蛇，它跟那个猴呢又相合又相克。对，这个和蛇是吧？哈，咱们比如说吧，哈，就算你的亲人，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之间是吧？对，比如说你这个做生意的是大姐，结果呢小弟，和小弟之间的关系，你们自己家有个事业是吧？你是小弟在这里给你打工干活，是不是来帮忙的？是，但是大姐正好忙不开不了交的时候，又去看病了，完了，这个小弟呢，趁你卖了点东西，是不是啊？又是老客户，先把东西拿走，是吧？都是老客户嘛。这个你之后再付钱。也许人用了3个月你的产品再来退货，钱你也没收到。请问是大姐需要的吗？不是。但是你货也给用旧了，对不对？已经不是新产品了，也卖不掉了，是不是就赔钱了呢？对。但是弟弟目的是不是来帮忙的？是。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生活之中哈，有很多越是亲人越添乱的这个问题。对，对不对？是。比如说，从女人来说，你老公，瞎投资赔了钱了，家里还不能说难听的，你说难听的，老公就说了，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多投资之后多挣了钱，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吗？对，都这么说，一句话把你给扛回来了，你都没话说，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既是来帮忙的，也是来捣乱的，是，对不对？说既能相合，其实也能相灭。对，这不光是克的本身，还有灭的成分在里头。对，确实，知道吗？就是我给你帮了忙了，就是就像跳舞一样，进了1步，退了3步，你说到底帮忙吗？添乱这，确实弄得挺忙活，添乱，还没赚到钱，还赔钱。对，生活工作中有的是这种事情。对，工作中也有，对吧？还有就算不是亲戚，你挺欣赏哈，来个小王，机灵能干，名牌大学毕业，对不对？能说会道，你总感觉遇上诸葛亮了，太幸运了。等这孩子一出手，把公司搞乱了，损失惨重，多了这种事儿。是，咱更不要说商业什么卧底之类的哈，什么 A 公司派的你公司来撬人才了，挖什么数据的，更别提那个了哈。对，所以有很多是帮忙的。你以为是帮忙越多的人，但是添乱是巨大的。还有他的职务越重要，也就是他增加的麻烦也是更大。是。所以说很简单的道理嘛。了解，明白了。了解了哈。那这种人是谁呢？蛇。对猴来说，对猴来说，在龙年就是蛇哈。对，好的。对，这要小心哈。好。好，那咱们也给这个问石墨的这个泽明也给他一个礼物。好，祝泽明呢能够在龙年哈，如意吉祥，收到。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刚才咱们属猴的里边有说到嘛，说这个处处有枪炮嘛哈。对，说到人缘的时候。对，马来西亚的这个 Pony 就问了，说我弟弟属猴，今年呢要上大学。上大学的话，肯定要多交几个朋友啊，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可是师父讲流年运势呢，属猴的人人缘不太好，处处有枪炮，听着好可怕呀。那请师父指点我弟弟，是不是要交新朋友呢？如果要交朋友的话，怎么可以做到不中枪炮呢？感恩师父。
他属猴的吗？属猴的呀，对对呀，哦人缘上不是处处有枪炮吗？如果你到了一个哈，尤其属猴的，又是到了新工作单位或者新去上大学上，你不能不去啊哈。是，那到任何一个人到了新的地方，其实第一件事情哈，这个熟悉环境，熟悉环境之中最重要的一项，一定要交到新朋友。哎，多了一朋友哈，就好像就开了路通的这么一条路，多条路，对吧？哎，要不然的话，厕所在哪里，本来就是转身就是，结果你多兜了1公里，对吧？没必要的。就是多朋友哈，就多了很多的熟悉和方便，就走捷径。哎，所以的话呢，就算有枪炮，也得冲着枪炮上。但是我就是提醒呢，这是命相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好心、善心。哦，对，还有呢，学会呢，这怎么样学会叫化敌为友。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和你不合眼，对不对？叫不合眼缘，就眼睛的缘分哈，不合眼缘。还有一种说不清，就是亦敌亦友，你也可以把他当朋友发展，没问题，对不对？关键你要有这个意识啊，你不要找一个最不顺眼的来交往，对不对？对你先找一个顺眼的来交朋友呢，哎，好吧？学会就是面对别人，尤其是给青年朋友哈，面对这个他人的这种诽谤啊，开你玩笑啊，带有侮辱的语言呐，或者拿你的长相来开玩笑哈，开涮的话呢，你要学会去接受。那你想，你有没有很碎嘴的去开别人的身体长相的玩笑？既然是大家对于一个最陌生的人，他不了解你的内心和实力，对不对？他能看到就是你的外表的特征，是吧？所以经常你头有点大，就是冬瓜头啊，是不是啊？对女的瘦一点水蛇腰啊，是吧？就是说这个很容易看到一个形象，那么华人就用他最熟悉的这种玩笑的语言来形容你，这很正常，对不对？那你也开别人的玩笑，别人也开你的玩笑，就是你就不能当做一个说他在攻击我，就你不要有一种叫斗争心理，好吧？你一定要想到，这就是年轻人的心理，逗着玩儿。如果不跟你开玩笑，太严肃，你才真痛苦。对，有开玩笑反而就轻松了。对，就别好吧太脆弱啊。你别把对方的玩笑当做攻击和侮辱，对，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好吧？所以呢，你这个以简单的一句话4两拨千斤，就把枪炮变成了鲜花和野草。哎呀，太好了。就是这样啊。是。你别把它当成枪炮，好吧？也不要当成枪炮来对付，这是最重要的。对，这样你看自己也不受伤，对吧？对，还交了朋友。对，其实我相信那个人缘好的人哈，首先就是别人摸他的头啊，摔他2下啊，骂2下，他不发火的人，但是还和别人一起呢，该运动运动，该玩就玩，早忘了这些事儿了，那反而容易交上朋友。关键的时候还伸出手来，还帮人家。对，是，人家开了你一玩笑，你在那儿生气生3天，最后大家不敢碰你了，就小气了，就不知道怎么样对付你，对不对？对，哎，最后你就容易失去朋友，对，就变成处处有枪炮。对，是，所以也分经营的方法与心态。好的，感恩师傅提醒，这个特别重要。是，年轻人真的需要听。对，给年轻朋友来共勉哈。好的，那送给这个要上大学的弟弟，送他个礼物吧。好，带上这个枪炮，马上变成鲜花。好。Pony 是他姐姐，这是他姐姐哈，姐姐写来的啊，姐姐写来的哈，对，你看有个特别好的哈，一个松石的，哎呦，松石的坠子哈，太美了，哎，还有一个呢，你看手串，你看海蓝宝的，东方蓝宝哈，这行，姐姐弟弟都有了，好，姐弟都有礼物哈，亲近智慧，哎，祝你们姐弟俩呢如意吉祥，收到，健康快乐，收到，感恩师傅，
好，那师傅接下来是属狗的网友哈，他来自马来西亚，叫小兰，他是为母亲问的。他说：“师傅好，我的母亲属狗，那听师傅讲了龙年运势啊，属狗的明年整体运势和各个方面，比如健康啊、事业啊等都不佳，让我很着急。我很想为母亲做点什么，我不知道为母亲去放生是否能够帮母亲积累功德，平安的度过龙年。那我也想请师傅指导，还有什么方法？比如佩戴一些吉祥物啊，或者家中摆放一些吉祥物啊，能够增加能量，帮助母亲。感恩师傅。”这个也是很孝顺的小兰哈，母亲属狗啊。那师傅在这个龙年预言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运程哈。对，这个狗的运气指数好像不是很高啊，哈，对，也属于上中下来偏弱的哈。对，这个要小心的。对，平安度过，只求平安度过了。这里讲到哈，一条山涧路，横七竖八有挡路。能量受牵制，今年不利。是。对。这个属狗的呢，今年受牵连的年哈，方方面面都不太好。属狗的事业、情感都不好。对，也是四煞之一哈。没错。对，所以的话呢，就有点麻烦哈。对。这个受到这个龙年牵制的哈，这4个属性，今年其实很多大事儿都是不利的哈。是。好了，他刚才的问题简单说一下。那是怎么化解？说能不能放生就能够积点功德，化解这些灾难不利啊？做功德呢，我慢慢讲哈，到最后我笼统的讲一下。好的。对，那么我觉得首先放生这个提议很好。它是分时代不同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出门走路，有几个靠脚去走的？都是坐车。出门走路办事儿，骑车。现在几乎都是车和飞机。现在坐轮船都少了，对不对？它轮船太慢。对。都现在用飞机。对。你看中国还有快速高铁是吧？对。这都是用的非常快的这个交通工具了。是。但是古代呢，比如说你也走1000公里的话，得走1-2个月。对不对？就靠脚，靠个骡子，靠个驴之类的，就是人走路的速度了，非常的慢，就是啊。所以同样这个办事儿的这个行为哈，但是从方法上都改变了。就有快有慢的。那这个。所以这个想化解这些问题哈，靠放生是不行。但是在古代为什么说可以？古代的话，你没有走那么远的路。比如说。这个佛门老师傅说你呢，去做一些鱼的放生吧。就是旁边那河里抓来的鱼，完了就给放了，就这样，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污染。谈不上什么污染。对。因为就是这么小的环境，大家知道鱼就从河里抓来的，我大不了放回河里。还是刚从河里捞上你这个盆里来，立刻给倒回去就是放生。对吧？就是这样。今天呢？就是你们这儿没河、没海、没江、没水，到市场上看，什么鱼都有，都从外地和国外，非洲的都有，连非洲的都能运来，对不对？真是，就是这样子。所以它这个交通工具太发达了。所以这个放生呢，就有了一个当今放生哈。如果放的特别正确，确实能放生。但是我在这方做过一些深入研究。就算是比如说你当地有一条河，捞上鱼来，放进市场里放了2-3天之后，说今天你再回去放生，你知道科学家怎么看这件事儿吗？不科学。所以这个鱼还是这个鱼，可是这个鱼在人类的水箱里放了2-3天以后，它被人类这个水箱。还有你说话呀、唾沫呀、是摸的肉啊、鱼、菜等等的，已经污染了。它有了别的细菌和病菌和它已经合并在一起了。以为还是原来的鱼放回去，但是带着大量的这个河里没有的那个细菌放进去了。它变成整个河的鱼群的一个病源。然后又没有免疫力。对。就形成一个新的病源。对。那么这个病源的话，有可能使得这个河里的这个鱼哈，会出大灾难。对。也许让1-2万条鱼死掉。是。所以放生
就可能是杀生。是啊，要谨慎的做。这是一个说法哈。还有遇上很多老太太也不懂，把河里鱼放回海里去，把海鱼放河里去，那直接就死活甚至还有把河里的放到湖里去。今天你懂吗？你不是从湖里捞上来的，不太懂，就是人自己养的淡水鱼。你说你放哪里去吧？如果没人解释，你放哪里去？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还有很多开个游艇到海里去放去了。天哪！你说过去喝甜水长大的，现在一下喝盐水，受得了吗？受不了，立刻就气管炎了，就往生了。这就往生了。所以放生就是杀生。所以你真懂还行，不懂的话别做这个。是，本来要做功德，结果成了造业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放生在每个国家的法律现在都不允许。他不是反对你的慈悲行为。说你这个行为其实带我整个我这个生物链全给我伤害了。对，是这么回事儿。真的。有一个法师，我不提名字了，在英国海上，他带一群在那边的一些他的信众放了300多条小龙虾，就在英国的大海里。哎呀，把这个英国海上巡逻队听说这个消息好几艘快艇去追他。等去了之后呢，他们也知道说警察知道要来抓嘛，就赶快往海里倒，就倒进去了。这个警察赶快悬赏，一边往这边追，一边联络渔民，谁给我抓住条小龙虾，一条给1000美金。天哪！就这么的抓回来133条。还有呢，200来只小龙虾就出去了。天哪！就可能会给英国海域的某种产业带来伤害。就叫我想起来咱们以前师父讲的那个马丘比丘的时候，那欧洲人、西班牙人到了这个北美、南美大陆的时候，也是带来了这些人家当地没有的这些传染病，一下子人家1000多万种族都快灭绝了。被人200西班牙人，就把这个1000多万。对，这个南美人印第安人全给灭光了。对呀，瘟疫多可怕！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瘟疫。所以现在这个鱼也遭受着同样的这种末顶之灾啊。所以这个放生真是就是还是要，多数人没把握，不懂，对，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一份功德，对，不要去。我们等一下，等到最后，反正师父会统一讲讲这些。这个因为是属狗的问的嘛，属狗的、属龙的、属兔的、属牛的等一下我们都要竖着的好好听一听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做功德。对，所以我就不太同意当今的一些佛道的信众弟子们呢，我觉得放生要谨慎，我觉得呢少吃就是放生，不吃更是放生，好吧？你刻意放生反而就是伤害，真是这样子。真是，对，我是从科学道理的真实性这样来劝说的这网友们都说师父讲的太透彻了。所以你这样放生的本身，你形成了更大的伤害，能有功德吗？不可能啊，消不了灾，对，反而更不好了，业力加重。是，感恩师父。我就1分钟讲一个事情。有一年内蒙古的弟子给我拍照片，师父啊，我们买了一拖拉机泥鳅，大家本来是拉到河里去放，结果呢，那个开拖拉机的人呢图省事儿，因为要不然开2个小时，结果开了半个小时，开到一个农田里去把泥鳅倒进去，说我们一边往下倒，一边还念着咒语。师父，你看那泥鳅们都快乐。气死！我听的看那封信我就哭了。2-3万只泥鳅，你这么杀生，还说他们很快乐。哇，我觉得你们怎么能想得出来呢？这么狠心呢？是吧？你这是放生嘛？这也太缺心眼了吧也？是不是啊？愚昧为快乐嘛？好在今天听了师父这个讲解，感恩师父。好的，这个那我们也给这个小兰送一个礼物，好吗？好。送给他这个问题，让我们都更明白了。对，这个放生好，送他念珠，多念佛吧。好，多念佛也能消业哈。真的，感恩师父。对，感恩师父。这么美的念珠。好，那还有一位属狗的网友是美国的 John 约翰他问师父，他说几年前我就想投资买房，
然后赶上疫情了嘛，房价不跌反而上涨，我就一直观望着等待。然后后来呢，从利率呢又开始不断的上涨，我也认为不是投资买房的好机会。最近呢，美联储表明加息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开始讨论降息了哈。那房市呢，在过去的1年中呢，也有所下跌，那如果开始降息呢，房价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是买房的好时机了。所以呢，弟子明年想买投资房。请师父指导是不是合适？感恩师父。属狗的要投资买房投资，对，买房投资，对，他是等过了疫情，又过了这个他也跌了好几年，涨息的这个期间，想着好不容易等到了，这利息不涨了，这怕房价马上要开始涨啊，说我明年能不能买呀？我们现在不管市场行情如何，不分析那个哈，那又有一套分析方法。是，咱们只讲流年大运。对，属狗的，你看运气指数下，是最差的，是受伤害的。是受伤害的这一方，只有一种做法，守住，守着别动。就是最安全的。你只要动，就有可能不安全。大概就是这种一种现象哈。那所以的话，他能不能投资买房呢？听我的建议，先别买。好的。至少过了龙年再说。再忍一忍吧。对，不要看市场行情。好的。如果用来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住，要那种吉祥的房子才好。你要赶上不吉祥，赶上你倒霉的时候买个鬼屋就麻烦了。是。说你鬼屋谁能租啊？对。你自己也不敢住呀。对，卖也卖不掉啊，对吧？那就赔大了，就惨了。所以的话呢，不是买房的好时候。好的，感恩师父。好，那明年不买房，咱送他个礼物吧，安慰一下。送他个礼物，其实是替他守住了财呀。好，好，祝美国的这位壮哈，约翰哈，好，龙年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接下来呢，我们到了一位属牛的网友哈，他叫安娜，他说：“师父好啊，听完您讲的2024年的运势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很想能够得到您的指点。我是1985年生，属牛的。我原本计划呢，在2024年要往居住地的南方去找新工作，请问师父这样做合适吗？因为我听师父在预言中说到了石牛和悬崖，我猜想应该是不要换工作，但目前我的这个工作可能随时会被辞掉，所以呢，我也想请师父帮我看看做些什么可以扭转和增加我的事业运。那另外呢，我还想请教师父，除了事业之外我想知道明年我适合结婚吗？目前有一位大我5岁属猴的交往对象，可是师父说到明年这个情感运势的时候，又说到了枯树和深坑，还说到属牛的住宅西侧的能量可能会对情感有伤害，我又有些担心了。我担心我现在的这个相处对象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请问师父，那我除了供灯之外，因为我一直确实有供灯，还能做什么来增强运势比如佩戴什么法物或家中摆放什么来获得护佑和加持？感恩师父。他问的还挺多内容。对，事业和情感他都问了。事业和情感哈。对，85年生的。他事业是弄个啥？事业想到南方去找工作。属牛的。属牛的，对，咱看看。直白的说哈，不行，属牛的也是受伤者之一哈，运气指数为下，对，而且也都是大石头的，对，一头石头牛没有活力，今年不宜动，就是这样，你看趴在这儿别动了，就是这样子啊，事业呢不适合调动和发展，对，因为没有那个助缘，没有助缘，周围万丈深渊，属牛的就别动，别动了，还是好好保住现在的工作。对，就是健康方面都是能量低呀，而且还容易出一些健康问题。对，真是。然后情感也不行，能不能结婚？孤独苍老的树，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感觉哈。对，一个巨大的深坑就一棵树，就一棵树。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种就是生机勃勃的感觉哈，对，反而是孤独苍老的感觉，是，所以也不太适合结婚。
这是我看到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他还有问题说的那个，不是说西边的能量可能会对情感有伤害吗？这个怎么理解？或者怎么化解？对，还有怎么化解？对，先说是理解来说的话呢，这个我不知道是西边的人，还是西边的像那个电磁波一样的一种波的能量啊，反正从你这住宅的西侧那个方向传过来，住家的，西边，它不一定是一个人，不一定是一个人，但是如果说他要找的，就是比如有一个住在他们家西边的一个小伙儿来追求他，是不是可能不一定好？这个很难说。你从西边来的时候，干脆都挡住不要。但是他不一定是那个从西边来那个人来伤害他。OK， 反正来自于西边的这个能量对他不利。等事儿出了之后才知道来自于西边。比如说撞车吧。结果撞完了才明白，车从西边撞过来，大概就这个意思。等过后才知道。好的。之前是不知道的。好。明白了。那行，那就怎么化解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化解哈。化解的话，我都想最终一起讲。现在先简单讲一下哈。好。这个最好是佩戴这个红黄色的宝石的这些法物师父真正加持过的法物。还有呢，他家这个福气能量来自于这个方向是在这个东南。属牛的。吉星加西边有伤害，对，东南来吉祥。是这样子哈。对，所以在这个中央的位置或者偏中央吧，中央或者偏东南方向这面呢，最好放那个聚宝盆儿。就把那个吉祥的能量收住，而且增强。对，其实每一家都需要放聚宝盆。就是你放的位置。最后我们再一起讲，好吧？好的，好嘞，都差不太多。好的，感恩师父。好，那我们安娜网友也明白了，明年就还是守旧哈，好，不要动，给他送一个礼物吧，师父。好，送给安娜网友，你看多漂亮的手串。哇，这个黄水晶，加这种有点红黄色的玛瑙戴上哈。哎呀，真美。好，祝你如意吉祥，平安顺利。收到，感恩师父。接下来是属鸡的网友，来自台湾的小林，他说：“师父好，在属鸡的运势中呢，师父说天上灵光一现，金丝银缕，蝙蝠、蜥蜴，宝物呈现。这里指会有贵人出现吗？还有说天界出现青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单身的我就会遇到青蛙王子了呢？”然后还说到黄金色对着西方，是指姻缘在居住处的西南方向吗？我是不是要往那边去找男朋友啊？还有说7月份有好事发生，是不是指的我7月就能结婚了呀？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来指点迷津。他问的事儿挺多。那主要还是这个感觉特别迫切的感觉，天上会掉下一个男朋友来的，掉下一个青蛙王子。属鸡的，其实他看到我们解释的那个现象，对，当中有些疑问哈。对，他先是说那个青蛙呀哈，那因为我看到呢是这个除了别的景呢，那个青蛙像是在空中，比如说我在深山里头往那个上头天空看的时候，天空呈现那个云域空间哈，就像一个青蛙的图像。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那个，所以我就说出来啊。可能觉得是青蛙王子吗？关键你也不是青蛙姑娘啊，是不是？是吧？你也对得上这个哈，你不能从卡通片里的一切都是什么鼹鼠王子什么之类的。对。对。但是这个青蛙的话呢，其实在后来我就想这个它什么寓意？对又来自于天是吧？是，在这个时候呈现的这个青蛙带给我的感觉呢，是一种高贵的，幸福的、好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就好像有神灵的眷顾护佑的感觉。对，这个属鸡的哈，属鸡的在龙年哈，是这样的一种现象。真好。对。那么还有这个属鸡的指数呢，幸运指数是上
是最佳的，是是一个好的一个运气好，幸运的，对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哈。对对对对，那再多说一句的青蛙哈，其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远古时期呢，那个创造人类的人叫女娲，蛙，女娲。西方人2个创世纪的圣人，一个是夏娃，哎，还是蛙，难道是巧合吗？都是蛙。哎，说的有点勉强吧哈，哎，但是呢，我觉得人类与蛙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对，还有那个青蛙本身，我们就它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嘛。它那个我们说青蛙下蛋，对对对，那是叫民俗的认识。对对对。我说的是神圣的认识啊。神圣远古的时期的时候，人类对青蛙是一种像对神灵崇拜的感觉啊，就像今天人讲的蜥蜴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哈。以前师父给我们看那个几千年前的那个古玉器、玉琮还是什么，对吧？对，上面就是有青蛙的图形。对对对，哎，它的这个青蛙呀，对对对，它是来自于这个神灵的一个化现，是很吉祥的。对对对，所以不一定是青蛙王子，但是是好的能量护佑，是吉祥的。所以说可能对这个找这个伴侣啊，可能也是个好事情。好，这是青蛙。你说那个什么蜥蜴、蝙蝠哈？对，他们是什么意思？蝙蝠呢？蝙蝠可以这么理解为叫偏福。偏福啊，偏福呢就是上天就偏向你，偏爱你，把福气给了你。哎呦，被上天偏爱，真好，真好，对呀。那这个蜥蜴呢，是代表着神兽。蜥蜴是神兽，你理解的是神灵的兽，是不是啊？对，不是。是神给你的福气，叫神兽。神兽，授予的授。对。比如说，过去皇帝说我自称是天子。对。说那我老爹呢就是上天。是吧？对。所以我代表上天派我来统治你们的呀，你不能不服啊，对不对？他不这么说，人人都造反，他皇帝也当不了，对不对？对。说这个偏福呢，就是你这个福气上天给你的。哎，那这个怎么给的呢？是神授予的。神、佛、老天，反正都在护佑着、帮着。哎，还代表着这富贵。还富贵。这些富贵哈，从天上飞来，从地上爬来，从海里钻出来，到了你们家。所以富贵怎么来？只有神知道。你看这张师父看到的这个景象，你看这家金碧辉煌的，满。我看到比这一堆还多。还多，哇塞！对呀。属鸡的偷着乐吧。啊，金的、银的、珠宝的，那一成堆呀。就是这样。哇塞。那属鸡的明年可真是个好年景啊。好年景啊！诸事吉祥啊。诸事吉祥，也得提醒啊，还得多做功德才守得住的。对。就是别忘做功德去吧，对吧？要感谢神灵的护佑，感谢佛菩萨的护佑，要这样啊。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也送小林一个礼物，好吗，师父？好。咱们网友这问题还真多呀。对，网友在留言也使劲在留啊。是。这已经很幸运了哈。是，哎，好美啊，好美啊，玛瑙的，玛瑙的红玛瑙哈，今年适合戴红黄色的更好哈。好的，师父，好，祝小林幸福快乐，万事如意。收到，感恩师父。好，师父，接下来是来自美国的哈一位属羊的女士，她叫平玲啊。她说：“师父好，上周听了您12生肖运势的开示，弟子呢有问题想请师父指导。我和我的先生都是属羊的，我们目前呢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变动之中。我们一家呀，从疫情期间开始啊，从美国的加州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在过去的2-3年呢，都是远程工作，偶尔会出一下差。我们其实还挺喜欢这样的状态，因为可以照顾孩子，孩子们也很开心。先生一直在电子商务相关的软件公司工作，突然上个月呀，他被一个前同事拉去一家韩国刚上市不久的初创立的公司，并且呢要外派到首尔工作3到4年。他去之前，我还专门来菩提求了签，我求的签是第22卦边做边学。
所以呀，我就同意他过去了。那我们呢也打算这个寒假把孩子们送到韩国去读书，看看是否能适应那边的生活。那这次呢，师父说属羊的人呢，他明年运势在事业方面，在新年的初期会身处朦胧高山，一心向前，朦胧看不清，身旁万丈渊。那目前呢，听先生说工作的竞争和压力也很大。刚刚前不久他隔壁组的上级副总就被开了，就辞掉了。看来的确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希望能够得到师父更多的指导，是否先生应该继续留在韩国？感恩师父。好，他这个找到新工作，结果是派驻韩国哈。对，挺远的。他其实就是问这个事儿，觉得可行不可行？对，因为是不是吉祥？是。那我的回答是吉祥的。哦，好啊。我觉得不知道是命运安排还是怎样，我看的感觉是吉祥的。好啊，是挺好的。太好了。我们那个属羊的在龙年这一次本来就是也是挺好的运势。对，运气指数为上。哎，这是好的哈。是。而且他那张就是师父上次讲的时候那张图片特别有震撼力。对，那个天神拿宝剑那个。天神来自天，手中持宝剑，放着火焰光来到大地上，你看这多好啊！是，感觉这能量十足啊！是，对，能量十足。一般能量十足哈，就是诸事大吉。就是这样子。还挺好的，挺好的。太好。好了，感恩平玲师姐放心了，去首尔吧，首尔也有咱禅堂。是的，那师父也给他们送个礼物好吗？好的，好的。这是给师姐的，给师兄拿一个东西。给师兄也拿一个。师兄你拿一个。好的。好的，这个给师兄一个这个药师佛的。好。红衫哈。给师姐一个有这个蓝宝石哈。海蓝宝的这个吉祥的项链哈。很美的。祝您全家幸福，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哎呀，师父，我刚看到一个网友在留言，他说，年过60以上的属牛的人还需要点太岁灯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啊。这个不管多大年纪，他犯太岁都得点吧？我怎么觉得年纪越大越需要？对呀，对，我觉得可能有必要，咱们要解释一下。既然网友有这个问题，对。不是这一分析显得不好听哈。那比如说咱们自己老人的话，比如说66，72，是吧？我们是不是更担心他的健康？对呀，就是说。而一般来说，这个年龄不担心他的事业和爱情，是担心他的健康。对，就光让这老先生也好，老妈妈也好哈，能够让他健康长寿。对。我就是花钱点灯做功德，值不值得？值得。你想有一个老人家躺在床上让你去伺候，我就说实话的麻烦性，老人受罪，全家跟着一起遭殃。是这样。对，你作为儿女，你放下他不管，你上班，又不孝顺，对不对？他也不方便。所以有一个老人真瘫在家里去之后，全家跟着一起遭殃。对不对？所以你为他做些功德，让他能够健健康康的、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多好啊！别忘了这个八卦天天走，活到99，老了不让人伺候。对，老了不让人伺候这一点哈，比活到99还重要。真的，咱不用多了，你在家躺了7个月，很多人说：“哎呀，没有尊严。”哭都哭完了，眼泪也没人管你，没人理你。你拉尿都在床上。你看你哪来的尊严？对。你让你的儿女都孝顺，你试试看。谁没一个人不失望？是。还百日床前无孝子啊！是。这伺候的人都给累病了。对不对？让人家工作不能工作，是吧？事业不能做。自己子女不能照顾，你看，整个家庭全部乱了。所以呢，上点岁数更需要健康吉祥啊。对。所以点灯。所以人家为啥那么问，咱不知道。对。他还是说60岁算了，活到这儿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这么想的话，我啥都不用干。这个安太岁的这个也是不光是就是这个犯太岁的这一个属相，比如说龙年就是属龙的点哈，就跟他刚才说了嘛，这个4大属相都跟他相关的哈，都要点，属狗的、属兔的、属那个牛的，属龙的都要点。龙、狗、兔、牛，还都是要一定最少叫安太岁。对，否则的话会有一些麻烦，就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这个年老那个身体不好的呀，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更要多点呢。师父以前还讲过，要去点9盏安太岁灯就这一年更加顺利圆满。9盏都正常了，按照佛说呢，49盏。49盏，对呀，是这样的。对，除灾嘛，去一个大灾。对，才了一件事儿。对，是这样。你真有大灾的时候呢，49盏能避过去已经是非常好了。对，也就是花点钱能解决都是小事。对，有很多是大事来之后花钱了哈，解决不了。是，所以说到这个，我记得在几乎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师兄姐找我。一开始我知道他有投资干嘛，有时候会警告一些。警告一些他呢也做点功德。比如掏个3、2万呢，就做点功德，就这样的随顺一下子。完全就随个小份子就是，可是一投资就是几个亿这种，等他那几个亿一面临连几个亿都收不回来的时候，师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完了之后，咱给咱们道场捐一半。对，你看你这个几个亿都立刻就成为0的时候，这个虚架构的这几个亿说能给咱找回来分一半，你知道已经1分钱都拿不回来了，那你早干啥了呀？对呀。早的时候装傻装穷，有钱的时候装穷，说这次不用装了，真穷了，你不就踏实了吗？他又不情愿，说师傅你给咱弄回来分一半，咱也不是追债公司，是不是这不容易着呢。真是。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能花点钱佛菩萨能护着，能让咱保平安，比什么都好。是的，是的。感恩师父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2024安太岁祈福灯也在菩提学院网大家可以去点，非常方便好，已经开放了。对，还有刚才讲的就是供奉千手观音、塑千手观音那个菩萨像的也是也已经开通了。对，也是在我们菩提学院菩提college.com这个也是就是4大属相的真的非常的需要。再说一遍龙、狗、牛、兔，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反正这4大属相本来犯太岁是，听上去真的是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挺惨的。但是有了这个，你看又能够供观音菩萨，又能够安太岁觉得心里就踏实很多。真的，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心安了。对，是。对，所以有这个流年来的时候就是要你的命的时候，就是就你所预备的东西它都不发生，它发生到你根本没预备那个地方，对，非找你个软肋发生出来，对，都量身定做的找你，对，这样。而且我们看到，真的就是犯太岁的这些属相发来很多问题，都是要动的，要干一些平时还不想干的事儿，没错，偏在这个时候想干了，对，想作一个吧。还现在呢，你听我们讲的时候说行，那我不干，我听师傅的我不干，又忘了。等过完春节之后，吃饭给撑糊涂了之后，对，过了这个那个叫什么15，过了正月15，全忘了，真的是不是就开始爱拼才会赢去了，就开始唱那首歌了。是，所以师父提醒嘛，那个卡片纸打印出来对，经常要提醒自己。对，好的。还有问题吗？有，就是刚才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师父说放到最后讲就是龙年的这些护佑的，我们刚才讲了安太岁灯和这个供奉千手观音还有就塑金身的这个。那么在法务上师父也有讲了红黄师父能不能再详细的讲一下整个在这个龙年如何更好的得到护佑？通常来说的话呢，我们整体把这个人缺少能量。缺少能量，在这个时候，我们这4个属相大约有4个属相呢，都非常缺少比较正面的能量，来抵抗这个太岁这个能量的冲击。
哎，那么一般情况下理解的比较具有能量的颜色来说的，就我们的太阳系嘛，看到太阳以太阳光就为正面的能量。太阳光中呢，其实主要有3个色。你看到呢是有2个色，就是红和黄，这属于火焰的部分。但是太阳的核心是蓝色，所以呢，蓝、红、黄，就是为在增加能量的主色调。蓝、红、黄，但只是说在地球上哈，就是这个冷色调的宝石比较少。冷色调的宝石，多数呢它和土地的颜色接近哈，偏暖色调。就是土黄色的石头比较多。对，大概就是这样。那所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我们能够佩戴红、黄、蓝是最好的。那我为什么戴个金呢？其实戴给大家看。觉得戴个金镯子哈。对，都适合于说在今年这四大属性哈。在4大属性上再说一下。龙、牛、兔、狗。对，龙、牛、兔、狗，这4个犯太岁的属相哈。对。当中呢，你佩戴的这个法宝宝石的颜色，大概这3个色之一，或者2种都可以。好的，红、黄、蓝，记住了。像咱们这里呢，咱们自己机构里有的哈，像在慈悲音上就有的呢，就是你像这个几个种类的，以玛瑙石珠为主导的这几种珠子哈，有什么天眼珠、天珠，线珠，还有这个药师珠，这些都是玛瑙的。还有这个真火石哈。对，你看，在这个像这个刚才看那个药师珠、念珠这个哈，就当它这个辟邪能量很强，它中间这一条像个车轮，就这个负面能量来的时候，它旋转就转跑了。还在对应的药师佛。对呀。你一念，这是药师佛的珠子。药师佛功德无量哈，就给它化解掉了。所有的冲煞药师佛帮你化解了。对，所以呢，还有它这个玛瑙珠的能量，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它是比较活跃的。对。带有活泛的。比如磨成粉来吃的话，我们不能单独吃哈。入到中药的时候，它起到一个活跃血液，增强能量的，这样的作用，又清心明目哈。对，使这个血液呢能够，比如从粘稠的血液变成比较沸腾的、容易流淌的血液，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子。所以是非常有能量。活血，对，还能辟邪，也是佛门7宝。对。那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在偏黄色的。黄色的。金丝玉呀，琉璃呀。对。像黄色，像金丝玉类的呢，多美。它的属性也是玛瑙。它是裸露在沙漠外面的这个玛瑙，它颜色就是上天给的，就是有很多是金黄色，所以我们存了一点哈，金黄色的，这样的玛瑙的金丝玉宝珠真的非常罕见，非常好。你在清朝宫廷用琉璃做的珠子，就把它叫机油黄，像机油一样那么黄又油润，而且越戴你越喜欢，油油的。你能感觉这个珠子上呢，自己往身上冒油，很润的。老天珠也是这样的，像咱们那个新天珠，你戴上1年之后，油油的、润润的，一摸着你特别喜欢，就有很多时候舍不得放下。所以它就不像钻石那样子哈，出了汗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就整天痒的，是吧？这个没事儿，越戴越好。对，这是偏玛瑙类。还有呢，就是好的砗磲类的。砗磲是什么呢？是远古时期几亿年前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猛犸象，那个龙，恐龙那个时代的那样的海里的大贝壳。那个我见过一个这个大贝壳比那个木头车轮还大，那直径达到了1.5米到2米。它的厚的部分有30-40公分。所以把那个锯开之后，它那么大一个珠子。那么大个珠子，哎呀，我这就是很稀罕，我买了10来个
对，在宝顶上他给我做成小珠子，特别的美，每一层颜色不一样，就单纯白的吧，哎呀，可高贵典雅了。哎，有的带一条金线的哈，就是哎又典雅又富贵有余，还能辟邪。是，哎，这个特别好。如果这个做化妆品呢，来蹭脸的话呢，消除青春痘，灭火，啊，对眼睛五官含到嘴里哈，还能治口疮。是，这是事实啊。戴在脖子上，戴在手腕上，还能降血压。它是珍珠的医疗效果的10倍。它是远古时期的，是这样的化石哈。能量强啊，安对全对，这砗磲啊，对，非常的漂亮。对，啊，它的洁白哈，不觉得不好，反而是高贵，是特别好的哈。是，特别好。哎，所以也是这个新时期辟邪的宝物哈。佛门七宝之一。好的。刚才讲到这个红黄的哈，还有就是那个聚财类的，对，像师父这个桌上的这个济红宝瓶，这个红的多好啊！这是聚宝瓶、聚宝盆之类的哈。对，我们刚才都是讲珠宝类的哈。对，也讲的这个的话呢，这个尤其是咱们过年了哈。刚才讲的红呢，也是代表着是太阳的能量，太阳主颜色。对，主颜色是红，这过去经常画红太阳。但仔细看呢，又偏黄。黄呢是它的火焰的上头火苗。而内部核心是蓝啊。那所以呢，红色的这个聚宝盆比较少。在中国制瓷业当中哈，就烧瓷当中，研究几百年，过去一直烧不出来。你到了明朝拼命努力，元朝努力很少烧出红色来。烧的红呢是偏灰，不正，就不红。你一看没人说是红，但是内行人知道说这是希望烧红的，没烧的什么都不是哈。哎，对，那么慢慢烧呢，到了这个现在倒退500年前，才偶尔一些官窑它烧出了红色。到了清朝烧红色就不太难了。但是呢，也是烧一窑红色之中有一半要砸掉，颜色根本就是乱的。对，这么难呢？对，所以咱们呢还有红色的哈，济红宝瓶哈，玉壶春，这都是也可以称为叫大红袍。我们这个样子呢，特别美，因为这个瓶子一直也在发展，在唐代之前就有这个样子哈，但是它一直在有小小的改动。这个样子我们模仿的是离现在最近的最旺盛的年代，就是乾隆时期的，乾隆宫廷用的玉壶春济红宝瓶的样子。我们做的精致度和它一样。是，所以呢，就成为大家在新年时期哈，给自己添置一个大富大贵、大红袍的这样一个聚宝盆。对。那有人问，大红袍是什么呢？在中国很多个朝代哈，做高官的，以1到3品之间这个高官的都是穿大红袍。状元红袍加身，再加就是状元，对，就3元及第的穿大红袍，对，加绣牡丹花，就是3元及第哈。好，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和权力的人才穿红色的大红袍哈。还有呢，过去哈高官和衙门的门是红色的，对，也称为大红袍。那为啥衙门也用红，高官也穿红呢？红叫鸿运当头，代表着高贵，你代表着皇帝和政府的能量。还有一个红能辟邪，第一个代表着太阳和火。所以你看驯兽团是拿着一个铁签的，上面冒着火苗，所有的动物看到冒着火的时候我就老实了。对，第一个烫，第二个怕烧死它。你看BBQ烧的全是动物的肉，对不对？所以大家一看BBQ 来了，烧火的来了，都躲着点。这是事实，所有的动物都怕火。还有红色是血液的颜色，是那鬼和邪气就怕所以把不好的运避开，他不敢来，来的装下的全是福气和吉祥。知道了哈。所以供在佛前或者放在佛桌下头，这样一个宝物哈。这样你想要的美好吉祥都来了。对，真好。就是想转好运的，去年有问题，去年属兔的，今年转好运的，是吧？
也需要有请这种大红袍的。哎，供在家多好呀！对时来运转。还可以当一个宝物哈，当传家宝传下去是，啊，越放越老越值钱。像我桌上这个都是比较老的哈，就咱们自己有新的哈，对，我们在的新的慈悲音上也做了有几年，长久的有10年的哈，是已经开始有点文物感了哈。非常现在没几个哈，一共就是20-30个了，就是对啊，全球数量有限，早到早得哈。感恩师父。像我右边这个你说的这个聚宝盆，对你看青瓷葫芦瓶，对，这个青瓷呢是中国5大名瓷当中的龙泉瓷啊，厚、重、油、润、腻啊，就是宋代传下来的5大名窑。这5大名窑哈是宋代皇家指定5大名窑，但是中国呢在同那个时期，在宋代的时候，至少有10几个名窑，但是皇家指定的最高尚的几家就那5大，啊，官哥什么君定啊，官阁汝君定，对对对，官窑、哥窑、汝窑、钧窑、定窑哈。是。好，这是龙泉窑哈。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聚宝瓶。葫芦瓶聚宝啊，好上加好。哦，那师父刚才讲了这个红色，又有这个青色哈。针对怎么去选择不同的颜色更适合自个儿？如果你是火命啊，如果你在这个八字之中哈，给人批八字，你是火命嘛？如果你是火命，我是特别建议你，如果你能量不是很差的话，你请的这个宝瓶的颜色不是红色，反而请一些青瓷啊，来补足平衡，是吧？对，来平衡。对，那要是水命呢？如果水命红的，如果是水命，一定要请蓝的。水火不容啊，记得。哎，对。你看，那师傅都问了算了。金命呢？金命可这2种都可以选啊。土命呢？土命也是2种都可以选。木命呢？木命最好是绿的、青的。哎呀，感恩师傅主生长。好在问师傅了。就是蓝绿主清净加生长。红色就是热情热情加能量。就是这样子。要补足气和能量的是红色。清净智慧的要青色。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对，像咱们还有7净玄尊的哈。是。对，就是有原因的啊。为什么在脖子口上有7个道呢？对，那个哇，对不对？讲法很深奥啊，就只讲进，只讲进，不要倒出去。宏观是这么理解了。好，感恩师傅。对，讲这个聚宝瓶啊，聚宝盆呢哈。还有刚才讲到这个黄色，就是师傅背景墙的这个天之初的这个画，哇，这个你看这个黄色特别的符合，对。我们一般不推荐哈。我推荐，这过网友都在问，是给大家有悟性。因为我一共做这么多，你的一推荐完就没了，就是再制作去。那就大家先到先得，看谁有福气了。这个呢，我们做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美学设计哈，他就是希望说。能找到这个我们这个人和幸运吉祥的星象进行吻合的这样一个宇宙的缩写浓缩图。就当我们遇到了这个人生的这种困境障碍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或我的睡房哈，或者我家里客厅这一块，我有这样一幅天之初的这样一个叫天意图的时候，天意图。你看着它，或者摘下来放在你的桌子上，去看它，说不定你在某一个角度上，在某种光线下，你发现了说，这个事原来是这样做啊，老天给的启发。对，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好，只能说到这儿。还有更笨的办法呢。像咱们你去餐馆吃饭的话，对，有这个大桌子哈，中间不是有个转盘吗？是，你把它放到中间转盘上，一转，擦得干干净净的之后啊，转盘上你一定要核实祷告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求爱情，是吧？请佛祖给我指引，你请示完了之后，用手轻轻转一下那个转盘，别把画给转下来哈，它跟着旋转。
我就睁着眼睛转，别给掉下来哈。好了，转了之后你合十祈祷。等它停下来之后呢，你就慢慢睁开眼睛，慢慢去找感觉，慢慢去看。说不定会受到启发。也是关于情感也好，这个事业也好，或者我要去买一个新房子也好，找工作也好哈，这些都需要得到上天的启发。它上头所有的东西是不规则的。但是你看在不规则之中，好像是有一种规则的现象，比如说有类似于圆形，有某种星光与宝石一样的东西，它和你之间的人体之间所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像，你去找自己的感觉。如果有一天我给你们讲周易，就开始讲到这儿来了。哇，好神奇哦！对，就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对，就在这个恍兮模糊之间找到那个感觉，叫喜悦，你就可以投这个资，爱这个人，结这个婚，买这个房。但是恍兮其中是一股鬼气，是吧？别买，别弄。还有一看一股火就把这个烧起来了，真是没有烧，但你有这种感觉，请不要买。说太火了，能烧死你，受不了。明白了？明白了。甚至你可以说找的这个对象照片放到这儿，你开始祷告之后再问，也许出来之后非常好，非常可爱，行了，赶快抱回家去啊！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启示图，同时又能护佑你。宝贝太好了，神奇了，宝贝啊，感恩师父。听着有点神哈。对，这个我们在慈悲音网站上，赶紧也是哈，早到早得呀。真是。其实这个就是送礼，我觉得春节时候送礼也特别的好。哇，这太吉祥了。对，特别拿得出手哎。你说送礼的话，咱们这个法物哈，如果用来送礼的话，那样样好，又不贵，又吉祥，又好，又用不坏，这多好啊！师傅，我还有一个送礼很好的，就是那墙上那一边的那个龙字画，明年是龙年嘛，龙年你送他一条这生龙活虎的龙。龙飞凤，对，这个龙字，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我们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西人的那个同修哈，他不认识中国字儿，一个字儿都不认识。然后我就请了这个嘛，我给他看，然后他说：“哦 ，it's a dragon。”哇，他说这是一条龙。我说挺神呢。然后我说真的，我说这是师傅亲笔写的，就是这个龙字。哇，他很开心。所以就说这个师傅这种传神呐，传神之笔哈。哇，真是也是对应天的那种启示的。对，像我们亲手做的东西哈，它都对应着佛、天、道和人的需要，而生出来这个东西哈。就像佛在《金刚经》之中说哈，这万法皆空，这一切佛法的产生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生出来的。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创作的东西呢，也是根据众生的需要而创作。真的。这反正愿望是这样。把那个慈悲祝福都在里面。对，愿望是这样子。所以说你能不能获得或者能不能理解到，这是你仁者见仁吧。就是这样子哈。对，我们同学还是很有福气的，太多人请龙字画的，学业顺利，生意兴隆的，什么娶媳妇儿、生孩子的，哎呦，数不胜数，特别多。这个龙字画见证太多了，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哈。那没法问的，你一问都会有故事。对，这边真是家家有这个龙字画，店铺基本上店铺都得有龙字画。是，有一次我真是路过一个小商场，我说进去买点东西吧，挂个龙字画，我赶快就走。因为他见了我之后，他除了给我送礼，缠着我不放，对，问来问去，都能认出来师傅，我就赶快就躲了，认出来。对。后来呢，我让负责人问了问，说，这真是个菩提弟子哈，他为什么供龙字画？他听到别人说供上龙字画做生意哈，就越来越火，所以他也请了就供上，哎呀，生意可好了。就是把师傅都迎去了，你想想能不火吗？真是。对，咱们再接着讲讲这几个颜色和法物哈。好的。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红、黄、蓝色的这些宝石哈，这个像蓝的这个宝石类呢，咱们叫宝石和半宝石都有称呼了，都无所谓哈，吉祥就好了。通常有海蓝宝，有青金石，还有呢。特别精致的这个琉璃珠就是一种高级玻璃的制品啊。对，大概这3种为主体啊。这个蓝色，还有一种蓝绿色呢，就是绿松石。绿松石我们有世界各地请来的都有哈。
这些都是很吉祥的哈。那么还有呢，再就是红黄色的，红的颜色的，不同的石头就多了。是对啊，从讲了很从多，那太多了。那16石，对，像石榴石，对女生特别好，这带着还补血，还辟邪啊。再就是这个，紫水不是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嘛哈，对琉璃，对，玛瑙，这种手工做的琉璃的这个制品，手工做琉璃制品啊，还有水晶，水晶，不是，还有那个珊瑚也属于吧红珊瑚刚才那对个水晶粉色的，我想给它归到红的里头来。粉红也是红啊，对对对，这个粉红水晶哈，也偏红宝石类哈，是象征着爱情啊。大家知道水晶的好处吗？水晶我知道很多人不知道。通灵，我在看外国电影哈，对，一个通灵师在那儿弄一个像篮球那么大一个水晶球，开始预言，在里头看到了未来的某种景象哈。对，西方很多预言师真的是用它，真的是用它，所以呢，在水晶哈，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它第一个就是辟邪，就是水的精气神，就变成了水晶，这也是水晶形成的原因。对，通常水晶和玛瑙呢是合在一起长的，叫外壳是玛瑙，里头长水晶。半生。水进去之后，第一层就变成物质，变成玛瑙，第二层与水相关的这个灵魂性东西变成水晶。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说买一个水晶洞，外面那个皮壳呢就是玛瑙，就是发育不好的黑乎乎的。如果玛瑙长得好的，里头颜色可美了，再切到里头就是水晶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水晶呢，首先它就是水和凉的性质。第一个就是镇静，镇静，消炎，镇静，消火，消火，消火炎灭火的先是水嘛，对，灭火。咱们脸上长痘痘，手里长口疮，眼睛变模糊，吃麻糊多，对不对？对。还有咳嗽，有痰，这都是热气，燥气，往胸以上走，甚至是我们胸部和这里的淋巴结、乳房结节，这些都是燥火造成的。这怎么办呢？佩戴水晶。像这种呢，通常不要戴红水晶，就是一定要偏重颜色，要么就是白水晶更好，纯净的水晶更好，像水一样。它就是水清净寒的能量，能消你的那个火燥那个气，尤其是消体内结节，眼珠子鼓大那些东西，脑门子变得突出出来，这些要带水晶的，要把它压下去。知道了哈。之后再分出来，什么时候我在这个消火的情况下，我还能获得爱情，就带粉水晶，对不对啊？手一边消着火，还能赚着钱啊！黄水晶，对不对？像琥珀一样啊。紫水晶呢？紫水晶啊，大富大贵。那些胖老娘，对不起，那些胖老娘大富大贵的妇女，是不是啊？那个女大款，就适合戴这个紫色的了。对，因为大富大贵的女人天生就会喜欢紫色的。是对，你们俩喜欢紫色吗？喜欢。你看，天生富贵吧？收到。对，因为紫气东来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富贵，就是五种德行都具足了，就是紫色。五种色汇到一起就是紫色所以紫色综合了几种冷色调、几种暖色调配在一起就是紫色。才知道吧？才知道。所以一会儿请我吃饭哈。好嘞。就为这事儿，连紫色都不知道咋来的。人家在这个市场混这么久哈。水晶，这光水晶类就是这样哈。那水晶的那个古董可贵了，贵呀。老水晶。有一次在台湾，这么高一个小香炉，那才110来年。水晶香炉。我谈了半天谈不下$28,000。我说杀人价啊，骗人呐！听我口音不对呀？没用，你说没用。
少这价我不卖。我们那卖低了我赔钱。我说这还这么贵？说你知道行情就买，你不懂得行情才嫌贵。还挺牛。就这么牛，人家买来就贵啊，就是这样的。我2万多买的，是不是？我多少赚一点点钱还不行吗？你还喊贵，就说我们喊贵外行。师傅有一种水晶是那个里头有丝儿丝儿那种发晶，是不是对跟发财有关系啊？一般都是这么认为的。是吧？其实我一直琢磨不透哈。我说谁把金线塞到这个水晶里头去了？它真的金光灿烂。对呀。哎，真是的。是，对，因为之前太贵，我就不去买它啊。但是真是漂亮。有的那个金丝啊，特别浓重。我呢是比较低调的人嘛，所以那么金灿灿的就不适合于我。但是很多适合于我师傅。适合于你哈。我一看你金光灿烂。哎，说你那么黑带的金的挺漂亮的。对，你看我这手镯多美。对呀，所以呢，今年哈还有很多犯冲的人哈，哎，带些黄金，这个金色的水晶，真是有好处。OK， 听懂了。就会让自己的能量十足啊。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也带一个。再说一遍啊，属龙的、属狗的、属牛的、属兔的，对，能量弱嘛哈，对，都带上金的，红的，对，今年能给大家带来帮助的东西挺多的啊，哎，所以给大家再多介绍一点哈。那那还有有挡煞的呀，对，对呀，这个厉害呢。刚才不是说什么西边来的不好的能量，西南来的老鼠，不都得挡吗？刚才就讲了一个金刚杵。咱们能准备的东西不是那么丰富，知道吗？咱们这能挡煞像金刚杵、金刚诀、天眼不那个天珠、天眼珠、天珠、天眼珠、对，药师珠，对这都是。那么还有过去呢，我们专门做过犀牛。哎，对，犀牛哈，它不像大象，它特别好战，它前面一个尖角哈，所向无敌呀。是。而坦克它都给顶歪歪了，真的。可厉害了。但是它又食草动物。对。还那个角哈，是镇静通灵。是。所以呢，你去使用和供奉它的呢，就使你这个就有点虎虎生威的这个大能量。对。而所向披靡，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助缘。对。像一个特别猛烈的大将军一样。对。但是咱们不多呀。真不多了，这个可真不多了，师傅。我记得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师傅还讲，就是他让那个2个犀牛的那个牛角对着门口，挡煞，对吧？对着门口和有一些和那个外面有障碍物的窗户，比如说西南来的老鼠那个方向哈。对，没错了，有漏洞的不好的那个方向。对。哎，对，那个牛眼睛对的那个方向。对。这样子哈，就增加你家的正面的能量。对。有护法的能量在里头。对。那挡煞的那还有咱们以前出的像大威德金刚啊、大黑天呐，这些就是神佛像类。那更厉害了。那厉害。按照佛经的介绍的话，那不是一个犀牛可以代替的，是吧？你光供一尊莲花生大师像，那可能有1000万个犀牛都顶不上。莲花生大师，这个铜鎏金塑像，愤怒母的塑像，对，金刚亥母，大黑天呐，大黑天的对，那些愤怒黄财神的，他既是愤怒，又是护佑，他愤怒呢是向邪魔愤怒，但是你去供奉他的人呢，你是得到护佑，保护你，是这样子的哈。这个我的试验做多了哈，咱的愤怒型佛像，我们开光加持过哈，如果你那个屋里头，咱不要说这个流年相冲哈，就光一个不吉祥，那个鬼影晃晃的那儿哈，对，不能安息的那种，你供上这样的愤怒像，通常哪一天供上，就从哪一天就开始吉祥，就那个东西影子就没了。是，真的如此，而且呢，这个像是供奉越久的就越灵验，你要供奉超过100年的这个像的话，那就不得了。如果你如果了解哈，这个是过去那些大师供奉的，正统的，如果超过150年以上的，
铜鎏金的这些愤怒像的话，它是非常的灵验。一个是愤怒像，还老的金刚杵啊，这些都是非常灵的。那还有就是千手观音的这个菩萨像了啊。综合来说哈，还有很多哈。对，你像这个香粉类啊，咱们专门准备了很多香粉，就是其实藏族密宗的香粉，这个你在家里那些不顺和不吉祥的哈，你每天烧上一点儿，对，就那一个图案，弄一个图案把它烧完，哎，对，就行了。是它整个这个香气当中哈，带有回避的这些药物啊，对，这些邪气就不再来了。所以你像拿这个香哈，熏车、熏屋里、熏衣服，你这个熏过之后，哎，凡是有这个味道熏染过的东西，就能辟邪。是不是？大人孩子的衣服都熏过，穿上它多吉祥啊！对，就得到护佑。对，哦，真的很好。这个对这个特别好香具又特别的精美，也是很好的新年礼物。其实我们经常在家有的时候就用，烧完之后感觉特别舒服，就是整个身心都特别舒服。对，是，好，感恩师父的介绍。对，那再综合来说哈，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属相，有些顺一些和不太顺呐，对，有些是流年相克，是，还有的天生你这个房子就不太吉利，买错房或者那个地方过去，比如说有死亡者亡灵在那儿待过，或者你买的旧房过去有人在那自杀，包括病死，有的是人老先生，你记得那个洛杉矶那个如醒，我买那房子是吧？人家老屋主没走，人家老屋主没走，就在那给他聊天，你是吓人吗？对，他图个便宜嘛。对，人家卖的人知道说没人有办法解决这老头儿，其实是个老鬼嘛。是，哎，他是那个对胆大的菩提弟子嘛。这好玩吧？也图省点钱嘛，也是。对吧？所以的话，这怎么办呢？所以各种原因留下来的这个鬼哈，多种原因都有。是，他有的不是为了折磨你，他就喜欢他这个老地方。对呀，还住旅馆。对。是吧？经常住旅馆，你坐到那儿之后，一会儿那个影子，一会儿电冰箱开了，一会儿熨斗自己开始冒气等等，这种事儿多了，是吧？哎，所以的话呢，你要有针对的。那简单来说哈，现在我们今年开始制作，方便大家携带在身上。你出差呀，像大黑天那个小法罩哈，你在床头柜上装个相框立起来放那儿，特别方便携带。再拿那个藏香粉烧一下。或者我们沉香烧一下，就把这个邪气给避开了，是非常的必要，是非常必要。那么它的有用处呢，就像头痛药一样，说你不头痛吃药觉得白吃，你真头痛你一吃觉得还真灵。对，所以你真能容易看到那些东西的人啊，你烧一烧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哈。供那大黑天哈。好的，师傅。当然也有人拿我照片，就是我胆小，你尽量别拿我照片哈。哎。他们觉得放了师傅照片，他们胆儿就大了。就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你找我，我也得弄冲大胆儿。其实我也胆儿小，是吧？我经常一个人睡觉吧，我灯都不关，我说经常睁着眼睡觉，就是来了我早点发现啊。所以你看着我睁着眼躺在那儿，你不要以为我没睡着啊。好的。那么在供神像之中哈，有个总结性的综合解释哈，咱们呢可以少准备一部分，给特别需要的网友朋友哈，千手观音菩萨法像，法像，对，早点请供到那儿，从法像来说就全部代替了，你就可以试一试，好吧？对，我们呢会少准备有几尊那个稍稍型号大一点的哈，都是鎏金的哈，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最精美手工制作的一流的佛像，最精美的哈，因为你这么精美，你才乐意去供，而且也才能够流传到你的后代的供，是这样的啊。有几尊是给这种可能自己家房子比较大或者公司行号用的，对。好的。那么多数人会请的呢，那个型号稍微小一点，大概十几公分的，这样方便在家里供奉。比较这样比较方便。慈悲音网站上已经有了哈，对，网友们可以先上去了。对，
感恩师父。对，师父刚才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嘛，说千手观音是最根本的去化解这些问题的，在龙年。对啊，这个好厉害。对，我给大家呢在所以前面师父讲那种挡煞辟邪，其实是有一个等级的哈。对，这个天珠啊，然后天眼珠啊，然后到什么到这个金刚杵啊，然后再往后面讲到那个愤怒相啊，然后更厉害的最重最大最高等级的就是这个千手观音像了。对，就是提醒大家的呢，这个佛像供的越久，那么它的作用力就越强，是这样的哈。对，这个东西勤劳的这个部分叫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里没有假的货哈。它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材质，什么年代，我们说得很清楚哈。对，对，它有些在外面确实有很多叫真真假假，我就觉得有很多事不是那么道德哈。这明明不老，他说的老。啊，明明几十年，他说几百年的都有啊。对，师父这儿没有。商人他是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对对对。那我们的信用是第一。信用主要是忽悠大家。对。那我给大家讲讲，我过去在青海、西藏的时候哈，我接触过很多老人家他们的在一些消灾辟邪的行为，好不好？好啊，好啊。有一个行为哈，我特别值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叫散灾。散灾。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散灾呢？比如说你家有病人，病危，希望延寿的。还有呢，你希望你的事业飞黄腾达的。比如说你的公司还不错，想上市。还有的是想这个考上好的学校的。等等各种有所求。但是用人力做不到的，那个做法叫散灾。怎么散呢？这个灾呢，第一个明显的你知道有灾，第二个像这种流年大冲的，对太猛了，对吧？甚至是有一些已经高危，或者是法院打官司，如果打输了枪毙，或者无期徒刑，对吧？这就都是大灾。一般人力没法给他看过去。他们怎么散这个灾呢？对呀，有好几种做法。怎么做呀？我见过哈。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些人的做法是，他拿很多这个零钱。过去在中国的那个钱呢，最小的货币是几分钱？1分钱。从1分钱、5分钱到1毛钱是吧？他弄成5分钱、1分钱，有的是硬币，有的是纸币。像那个纸币的话呢，都拿麻袋装，他提前雇人哈，把这个钱呢全部打散，搓一搓之后往那扔，而且提前会说我哪一天在哪儿来给大家来散财，这样写的人都知道这是来他要消灾，他不知道扔出来是什么东西，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把他的灾给消了，成就他家期望的一件好事，对不对？他心里这么想的，对，但说出来呢，就是散财、散福，对。那大家就来捡呗，捡这个钱。我也捡过，都捡，人家是说明的呀，大家都知道，然后很多不太富裕的人都在那等着要，更穷的就在那站着等，有时候这一条街哈，最多的时候20多个人在那散，提着大袋子，那个也挺好，大家不抢他的钱。因为他知道要散给大家的嘛，就是这样，大家等着去捡，这是换成货币，换成零头钱，送给大家，对，他就得吉祥了。是，还有的人呢，某种商人，比如说我每一年，我要散这个灾哈，我整个就是纯收入的13%，捐出去，对。就是散给大家就直接就是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时候给了哪个协会，我不太信任，说我自己给，我知道我给了谁了。好，以货币直接送出货币是一种哈。第二种呢，送食物还有衣服。比如说这是过年了吧？对。大家要买年货。所以散灾的人呢，
散福的人嘛，也有的是买的肉，切的一块块都包好，塑料袋装好，每一块都差不多的重量。还有的是买的那个大馒头花卷，还有什么黄米发糕、米糕都有不同的，还有的红枣是花生，最低也是红薯，就这样。红薯也能红薯一买10汽车，就散给很多人散，每个小网兜装着散。哎，对，就是他这个，我觉得我感觉挺震动，挺感慨的、感动的，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挺好，这个就是咱们佛法里讲的布施啊，对，财布施啊，对，而且他那种做法呢，他知道给了谁了，很清楚，对，很直接，对，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把我这个事讲完哈，好，散灾，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也有几个商人问我，还有几个官员干部要提，他希望提更高嘛。那师父告诉他，你比如说你今年有煞星挡你，是吧？有煞星挡你，比如说有类似黑狗要进门扑你，他说我就觉得风声不好，那你应该去散灾。他也是拿一些东西问师父，这样送这种东西行不行？也有这样子的哈。有些给孩子们买一些书包啊、衣服啊、铅笔盒都有，买这些也有，他也是在散灾。对。但最终他得吉祥，就该提升了，就是。对，还有给孩子延寿的。小孩子很小就得了败血症。那医生一看治不了了，明明奄奄一息了，最后好了。没怎么吃药打针好了。你看这功德所致。因为他老爹散灾啊。好玩吧哈？就那么巧合。他那一天散了2万多块钱之后，他回了家都晚上12点多了。他小孩气色特别好，第2天就上学去了，那没事儿，很好玩吧哈？那听起来像神话一样。对，但是我们知道是没有巧合的，还是这个因果关系呀。那我年轻的时候保的人，我都不太想讲啊。我保过一个特别，他就是达到中央级的高官，就那他们别人出了事儿之后，他在那个部门受牵连给打下来了，就当时打到兰州军区去了。就根本有名而无权哈。那么他在北京就认识我，就请教我师父我怎么办呢？他说我现在没权利，就2个警卫员我到处逛，他没事我就考古去。你考古去，那叫一个什么什么城，古代有个那什么城来着，打板城叫什么城？楼兰古城。考古，他挖出来很多佛宝，但他不贪哈。他发现的东西赶快告诉政府考古队。但他送我当时一个，就是类似于泥土做的千手观音像这么大的，那么厚的一个那种模具做的千手观音像。观音像也不觉得怎么样，就一般嘛，都是这样子。它背面一个手印儿，一个大拇指的印儿，比我这个大拇指大3倍。你想这个人体得多大？人手印儿啊？是人手巨人的手。来给我看，那我当时在他去弄这个的时候，我还说他自己背地有钱，我很清楚呀。那时候花钱就说，我说我反正也不花你的钱，我说但是你要去散灾积福。你走过那些地方，遇上穷孩子，每个人家里头买一块肉，买一袋粮食送给他们。说那就完了吗？我说还不行。还有咒语，咒语怎么写啊？金菩提宗师爱你。贴到那个肉上，贴到那个食物上，用红纸包起来，写上这个字儿，就送出去。他送了1万份。哇！后来呢？半年以后，正好是8月15，那天晚上在兰州见我。他着急呀，这怎么弄啊？我这个怎么弄啊？不用急，任务完成怎么样？保证完成任务。所以他还带给我那一尊千手观音像给我了，就大手印那个，都完成了工作了。我说行了，这是花好月圆了。师父，我这个意思往上提升这官运怎么办？这个提升不了，我的年龄就得回家种红薯去了。我说没问题，
等好消息。等啥时候啊？过年，那是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我说最晚是阴历年，好不好？就过春节。就着急了。对，最快是阳历年。结果阳历年就是那个阳历年的那个平安夜23。那一天消息来了。当时国家主席要他去北京，立刻受命。升官了，成为军队中权力最大的。哇，这是感人厉害吧？是不是指点呢？哎呀，他赶快给我打电话讲这件事情，哎呀，高兴死了。都是幸亏就是我帮忙的了，我就不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哈。好。这些东西啊，所以有很多做的时候，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理解这些事儿。是。前天晚上我做工，做工这个禅境朦朦胧胧之中，又出现那个景象，就是一群人都是年轻的，像又是像真人，就是有点灾的那样子。师父怎么办？我怎么消灾呀？就出现了说，我也没听见我说话，就他们自动就包着一块一块的。我说的是实话，不撒谎哈。就像那个猪肉、红烧肉都是方块，都炖好的，拿红纸包包着，上那些金菩提宗师爱你，我到处去送。我醒了之后，我说，记得觉证我还跟你说嘛，这个，甚至说我什么时候让人送过红猪肉啊？对呀，对不对啊？你说这不行，但得改，好吧？你送得改，改呢改这个粮食做的、米糕做的，对呀，是吧？这个块儿，你一样这样包上去散这个灾，去散这个福，是吧？所以你也想消灾，想功德无量，除了在我们这个点灯。还有塑佛金身，这是最大的了哈。还有这些方法之外，其中往外散掉你这些灾。把这个好的食物不能脏的哈，不能拿哪个便宜哪个批发哪个脏买哪个不行哈。而且是要好的，好的，好的，你还要喜欢的，还有不能放到路边你就跑。绝对不行哈！因为做巫术的人散灾的时候，他不敢告诉别人，他把这个放在那儿，放在那儿，让他路过的仇人看得见。一过这个包，那个人倒霉等等，不一样。这是在帮人在消灾。拿到吃的人是把你原来的灾哈，等他吃了，加上我的名字，我们信的是佛的能量，把它转换了。大家吃到的是福气。你那个灾哈，这早就没有了。你想一个要命的灾，10000份，1万份红包装的食物散出去，没有浪费掉，你这个灾就没有了。你最多切破个手指头，或者是不小心撞破鼻子流血，但是你的性命的危险就没有了。对，好玩吧？好。还有呢，最少得煮上4个红鸡蛋为1包送出去。最少都是这么做。知道了哈。我本来憋着不说呢哈。感恩师父，这个好操作呀！这个我们包上一些点心啊，对，用红纸包上啊。又是过年过节来了，对不对？但是给的人亲人朋友还是说不认识的人呢？亲人朋友老同学都可以从认识到不认识的，但是不要浪费。因为有时候你放那一放就跑，就形成浪费哈。人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毒？是不是肮脏的？对不对？人家不所以敢收啊。这人也要信任你能吃，对吧？还有呢，你想消一个灾的话，你要认真这一年呢哈，要度3个人。度3个人。对，比如你走八卦和修行的，真正受益的故事不可以乱编的。告诉3个人，3个人你还去教他，还真去练，还真受益。这3个人真受益，你的灾就消了。那师父，这个前头讲的是财布施，这是法布施了。这是法布施啊！更厉害。法布施功德第一啊。对。但是你财布施哈，财布施是把你的灾转化为财富，让大家分享，反而就消了你的灾。这是种极特殊的一种叫巫术消灾法啊。对。那么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呢，又是另外一种法门的了啊。这个也是特别好，就是法布施。按照佛的要求，对，药师佛的要求，你如果有众生通过你的嘴的传达，让他离苦得乐的话，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消你一个灾，不是小意思吗？是。只要你这一年
能够去救3个人，可以了，你的灾就免了。感恩师父指点。那么网友们喜欢师父的开示，把师父的开示传播给他们的朋友，让他们来跟师父学习，也是一样的哈。一样的。但是你直接教了，他能够受益，就是实实在在这份功德就落下了。有时候你比如说你给人说这个开示完了走了，他一直不来练，他就没有直接受益。对。那么你那个功德呢积累呢，就少了这一份啊。因为来了2个人，有一个你以为他来，结果他没来，对不对？你实打实让他受益。对。比如说咱们在国外，你把他领进坛堂里去，你陪他修了，对，这个就不一样了。是。你的功德就有了，你的灾就小了。感恩师父。很简单嘛。这才是根本转运之法呀。3个人，度3个人，这一年在龙年。好。只要度3个人，你的灾就消。但是你的灾不会跑到人家头上去，就消了，因为是功德。对，知道了哈。对，哎。而且对方学了菩提，听了师父开示，也受益呢。他就变成个好人，当然受益啊。从一个普通俗人，什么坏事都敢干的，要变成一个是有所顾忌的人，是吧？变成一个至少一个是慈悲心的人，还能帮别人的人。对。所以他为什么有功德呀？就是。所以法布施功德最大呀。太好了，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哈，用这样的功德来扛过这个流年的这个太岁的这一年呢。对，还有呢，其实龙年不容易度过的事情有一个东西我没说预言哈，就是天灾并不轻啊。所以我们躲过了这个流年的冲击哈，这个大灾你还能扛得过去哈。也需要做功德，让自己和家人哈能够如意吉祥哈，安全度过龙年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天灾就不分说那个龙、狗、兔、牛了，就是可能对谁都会造成伤害，人人都有份儿啊。没错了。对，对，那没办法了。因为这个去年我们看了一下天下预言的事情哈，也透露了一部分，今年不透露了，太累了啊。对，说了，因为看天机的东西看得太累的话，对，所以就不说了。对，但是我只是透露一点儿，明年天灾是在继续进行之中，一点都不轻，所以我们能够安全度过龙年就不容易了。所以不谋求发展，但求都有饭吃，都有事儿做，还能健康的活下来，非常好了。好，感恩师父指导。好的，讲的够多了，够多了，对啊，2个半小时多了哈。是。这回这个网友开心了，开心了。还有一些网友说：“哎呀，马年的没有讲啊，蛇年的没有讲，那些都比较好的，比较属于那个运势上的哈，也是就多做功德，平安度过就好了。”是。其实每个人都要做，运势好的也一样点安太岁灯。是的。对，功德不嫌少，是吧？对，是感恩师父。而且师父还送了这么多的好礼给大家。哎呀。好，反正大家有一个慈悲的心，不贪求的心，还有知足常乐感恩的心，对，来面对人生的一切，就是吉祥的哈。对，那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些内容呢，就先到这里。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有机缘可以有更多的聊这方面的事情哈，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哈。那给大家说一下那个下一次的直播时间啊，是12月24号亚洲台北时间晚上7点，北美温哥华时间上午凌晨3点。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是，好，祝所有的网友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幸福欢乐，大富大贵。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洲，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
生命变得更坚毅。